别过来！哥几个，这可是封家的四小姐，别看她是个傻子，她长得倒是真不赖。哎呦，不愧是咱都城的第一美女。哎，大小姐说了，困住她1天1夜，坏了她的名声，赏金10两。怎么不动了？不好，他死了！怎么办？再怎么说，她也是封家的四小姐，大小姐可没说要把人弄死。乞丐们对视一眼，扔下尸体，四下逃散。他不是死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低头看了自己一眼，风林心脸色大变，脑子中一片不属于他的记忆接连涌入。就在刚才，他被大姐骗到这个破庙，说是有东西要给他，结果等来的却是一群臭气熏天的臭乞丐。风林溪挑眉，看着现在这狼狈的模样，伸手摸了下隐隐作痛的后脑勺，竟然流血了。再看看身后柱子上的血迹，看来原主是得磕死了。难怪那群乞丐一个不留全都跑了。比起钱财，杀害风四小姐的罪名，他们可承担不起。想不到我风林溪还能再活一世。风林溪突然感到一丝异样，惹得他冷汗连连。记忆中晚膳时大姐端给他的那碗人参鸡汤一定大有猫腻，他这是被人害了。该死！风林溪晃晃悠悠地离开破庙，意识渐渐模糊。他必须尽快地找人给他解了这毒，要不然毒性发作，让他在这里暴毙，岂不是可惜了给他再活一世的机会？你身得很重，我劝你别动，乖乖让我劫个色。无耻！不等他说完，风林溪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事后，风林溪看着昏过去的男人，嘴角微扬。看在你给我解毒的份上，我救你一命，以后咱们两不相欠。风林溪在林子里找了些草药，捣碎，给男人敷上。见男人的气色逐渐好转，风林溪拍了拍手，起身离开。回到房间，天已经快亮了，刚躺下就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门就被推开了。二姨娘，一大清早，你这是干嘛呢？你喊我什么？四妹一大早怎么生这么大气？我和娘亲不过也是过来看看你，你却出手伤人。大姐有所不知，昨晚我做梦，梦见有人想用参鸡汤毒死我，所以方才二姨娘进来，我才反应那么大。这话说的话中有话，风玲珑心下一沉，正不知道如何接话，忽的眼神一瞥，瞧见风林溪脖子上的痕迹，瞬间笑开了花儿。他就知道，他给了钱，风林溪又长得这么美，那群乞丐怎么会放过他？既然四妹醒了，赶紧随我和娘亲去前厅吧，大夫还等着呢。大夫，四妹怕是忘了，你快到及笄的年纪了，
父亲要帮你择位好夫婿，在此之前，得先让大夫查验一下。好个大姐和刘氏，居然在这儿等着呢。想起昨晚发生的事儿，风林熙知道，此行如果验出他不是完璧，大姐和刘氏一定会大肆宣扬，最后闹得满城皆知。原是如此，都怪希儿没听明白。等希儿洗漱一番，便出去。母亲，那个贱丫头，她真的好了。没听见她喊我什么。若是脑子真的清醒了，咱们可不能大意了。毕竟，她才是封家的嫡女。我们3个都是她的长姐，她一个傻子，凭啥霸着嫡女的身份？就凭她娘。你也别操心，昨晚上咱们亲自把她送出去，她现在不可能清白了。对，看看一会儿怎么收场。四小姐，你真的好了？怎么，你不希望我好起来？不是的，四小姐，奴婢就是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昨夜四小姐一宿都不在，奴婢到处都找不到小姐，以为小姐又出去玩了。你说我以前也会晚上出去玩？小姐以前晚上隔3差5就出去一趟，有时候1个时辰回来，有时候2个时辰，都是小离守着的。风铃心凝眉，这原主莫非以前都是装傻？要不然一个傻子怎会3更半夜跑出去？小离，这验身是检查手工砂吗？是的，小姐，你的手工砂还在吧？风铃心应声，眸光暗沉，若只是手工砂，便好办许多。进房后，风铃心捡起丢弃的胭脂水粉，走到一旁调制起来。小离，到门口守着，来人了喊我一声。小离应声退下。风铃心撸起袖子，看着手工砂消失的位置，将调制好的朱砂点在上面，将其他胭脂全都藏起来。刚弄完，刘氏便带着大夫和丰府的小姐们来了。大夫，希儿今早醒来，神智恢复了，你瞧瞧她的身体是否好透了呀？风铃心冷笑一声，平卧在床榻上，伸出手给大夫瞧。大夫刚一碰到他的手，便觉得袖子下一阵刺疼，当下头冒冷汗，再一抬头看着风铃心，只见他眉眼间露出一抹狠戾，吓得大夫把脉的手抖了一抖。大夫，希儿怎样啊？恭喜二夫人，四小姐脉象平稳，心智已恢复如常。如此，那便有劳大夫验下手工砂可还在。风铃心露出手臂上面的手工砂，大夫只瞥了一眼，便起身道：回二夫人，四小姐手工砂仍在，是完璧之身。怎么？刘氏一个激动，差点漏了嘴，紧了紧手中的帕子，忍了下来。有劳大夫了。二姨娘，希儿有些话想请教大夫，不知母亲可否回避一下？刘氏一计不成，只能带着一群没看着好戏的人离开。待刘氏一行人走远，风铃溪便起身，走到大夫面前。大夫是个聪明人，且要3天后过来取，但凡走漏一个字，别怪我手下无情。小离，送大夫出去。大夫握着手臂，连连点头，逃难似的提着箱子离开。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军营内，众将士大气不敢吭一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肃杀之气。就在昨晚，他们的战神王爷被女人给摆了一道。这位叶希找到王爷的时候，他的身上只盖着一片树叶。绝地3尺，给本王找到那个女人。回禀王爷，昨晚的女子已经找到，正是封将军府的4小姐风铃溪。风铃溪，
独孤城手中握着的杯子咔嚓一声碎裂，边上的人全都跪下。王爷息怒，依稀给本王传话给父皇，本王要封灵犀嫁入四王府做寡妇。她如果做寡妇，那王爷您不王爷，就算您清白不保，也不用这般想不开。您谁跟你说本王要寻死？本王只是借着这次的机会来个假死，把邓玉铲除，然后我再慢慢的收拾那个疯女人。哦，原是如此，属下这就去办。慢着，去给本王打听一下这个风灵犀的情况，本王要知道她的全部资料。王爷，这风灵犀乃是丰将军的四小姐，咱们都城第一大美人。不过什么？不过她4岁的时候烧坏了脑子，痴痴傻傻的。痴痴傻傻。他可是清楚地记得，昨夜里他那双凌厉的眼神，哪里像痴傻，而且医术似乎不错，就连他手臂上的毒都是他解的。那些人居然说他痴痴傻傻，怕是都瞎。叶希暗暗抹了把冷汗，看着王爷那杀人般的眼神，后悔自己说的那些话。王爷可是战神，被一个痴痴傻傻的女人给强了，换做谁都难以忍受。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出去！小林，去给我准备热水，我一会儿要沐浴。小姐，奴婢先送您回去，再去准备热水。不用，我自己能回去。你去准备热水吧。就算是小林，他也不想让他知道他受伤的事儿。毕竟昨晚的事儿，越少人知道，对他越安全。回到院子，刚推开门，风灵犀就被人一把抓住，摁倒在门后，来了个门督。你，这不是他昨晚的男人吗？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疯子小姐，你可真有种！风灵犀抬脚就是一脚，一把将他推开。独孤城弯腰，猝不及防的被他踢了一脚，疼得冷汗淋漓。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趁着我没有喊人，赶紧滚出去！不会是被他记住了他的样貌，这人找上门来要他负责吧？这古代的男人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怎么说吃亏的也是他才是。你喊呢，正好让他们看看将军府的人知道你风四小姐昨晚对我做了什么，还想杀人灭口。你威胁我？都说封家四小姐痴痴傻傻，想不到竟然是他们都瞎。放开我！独孤城却不为所动，笑着打量这个人人皆知的痴傻四小姐。就这母老虎的架势还痴傻，好一个风灵犀，竟然骗了整个都城的人！再不滚开，信不信我废了你？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独孤城俯身，风灵犀突然用力往前一撞，独孤城失控放开他，风灵犀也因为撞了一下，后脑勺疼得厉害，头晕乎乎的。你这个疯女人，竟敢撞他的头！昨晚救了你一命，我不欠你的。话毕，风灵犀头晕的身体一软，倒下了。你别装死！独孤城扯他的手臂，目光瞥到被子上的血迹，连忙上前检查，看见他后脑勺上的血迹，神色复杂。你受伤了？你给我出去！独孤城欲上前，听到门口的脚步声，沉声说：疯女人，回头我再收拾你。小姐，该沐浴了。
小林，我困了，明天早上再沐浴，你去休息吧。小林放下水，看着小姐盖着被子关好房门离去。风林熙听着没声音了，再也扛不住，昏睡了过去。小姐，小林，发生了何事？皇上刚刚下旨，把你赐婚给了战神四王爷。可是四王爷他前几日战死沙场了。战死沙场，也就是说要我嫁给一个死人？小姐，四王爷是为国捐躯，只是小姐您这嫁过去就是守活寡了。守活寡？风林熙听到这三个字不禁冷笑，还真是有趣。小姐，小丽这就去找夫人想想办法。哭什么？不就是赐婚嫁给了个战死的王爷吗？又不是让我陪葬，有什么好哭的？小姐，您这是打算要嫁吗？小林，我问你，这皇上对战神王爷好不好？自然是好的，四王爷可是皇上最宠爱的皇子。最宠爱的皇子，这样说来，这嫁过去日子肯定不会太惨。希儿，刚刚宫里传来消息，皇上要把你赐婚给四王爷，你这丫头可真是好命啊！四妹，我可真的是羡慕你，这马上就是四王妃了，恭喜你啊！羡慕什么？若是大姐喜欢，我把这四王妃的位置让你好了。若是不知道这四王爷死了，他兴许还会觉得他们母女是真的羡慕他。可是现在，这母女俩一定恨不得他早点嫁过去守活寡吧。四妹可真会开玩笑，四妹乃是我们封家的嫡女，只有你才能配得上四王爷，大姐可是处处身份配不上。若不然，我嫁过去给大姐求个情，让四王爷收了大姐做妾。风林姬话一出口，风玲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隐忍的怒火在他眉间熊熊燃烧，却死死地攥着手帕，不让自己发作。四妹，大姐可不想跟你抢男人。四妹，你出嫁后，大姐有时间会常去看你的，想必这聘礼很快就能送入府中。二姨娘，到时候聘礼送进来，记得送到我院子来。四妹，这话什么意思啊？这将军府嫁女儿，这聘礼自然就是将军府的，难不成我嫁人，聘礼不归我，难不成归你不成？若是聘礼不入我院子，我就不嫁了。你希儿，你放心，聘礼啊，姨娘全都给你送到你院子去，不要你的。那就多谢二姨娘了，没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夜里，风林熙换上小黎从外面买来的夜行衣，悄悄地出了府。有件事他在意，就是原主进来的意思。他想知道原主之前为什么每个月都要去那个院子几次。希儿，风林熙听到这焦急的呼声，眉头微拧，这莫非喊的是他？希儿，你来了吗？风林熙偷偷地探出头，莫非这原主之前每次来这里都是和这个男人约会？希儿，我都知道了，父皇下旨要把你赐婚给四弟，你若是不想嫁给他，你就跟我说一声，我会帮你的。你出来和我见一面吧，不要再躲着我了。原来是个皇子，看来这风林熙之前并非是个傻子，若不然怎么会和这个皇子有来往？希儿，你还是没来吗？落寞的声音让人听着心疼。看着那个皇子朝着他这边走过来，风林熙想要闪开一些，突然腰间一紧，整个人都被抱起，飞出围墙外。独孤城抱着风林熙回到风府，将他丢在地上。三更半夜出去做什么？怎么又是你？我来自然是找四小姐说说咱们的事儿。
咱们有什么事？四小姐难道不该对我负责？放开！哼，听说四小姐即将要嫁给四王爷，成为四王妃了，这是要将我除之后快，想要遮掩你对我做的丑事吗？风离姬听到他这些话，瞪着他，眼神中透着冷意。独孤城凑上前，俯身作势要吻他，就听见风离姬冷冷开口：“你要是想做太监，你就亲我试试。”老虎不发威，真把他当成病猫了吗？听说这四王爷已经战死沙场，你嫁过去就是守活寡，我这是心疼你啊。反正你我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不如……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不想死就少说话，若是再缠着我，下次便让你走不出我这院子。女人，你下手轻一点，我可是你第一个男人。风离姬拿出一锭银子丢给他。那天我一直不清，你若是想要补偿，我给你钱。独孤城看着手中的10两银子，唇角微抽。堂堂将军府的四小姐，就值10两银子。话刚落，突然脖子上多了把匕首。怎么好好说话？你体内的毒有些时日了吧？你若是想解了这毒，我可以帮你。不过解了你的毒，你我便两清了。看来外界传闻将军府四小姐痴痴傻傻都是假的，想不到还会解毒，倒是有趣。我不想与你废话，你到底是合作，还是让我了结你？当然是合作，我可不想死。你先回去，2天后过来拿解药。你都不曾诊治，怎么知道我中的是什么毒？每逢15便全身发冷，神志不清，宛如6岁孩童。我说的可对？独孤城身体微僵，看着风离姬的眼神诧异，他怎会知道他的病情？难不成是内夜？那天夜里，我是不是……我对你不感兴趣，我给你解毒，以后你不许再缠着我。一言为定。你可以滚了，2天后来拿解药。独孤城看着他打开的窗户，翻窗离去。独孤城出了封府，叶希立刻就出现了，看着王爷脖子上的血痕，连忙问：王爷，你这怎么受伤了？叶希，这将军府的四小姐很有趣。王爷，您的伤是她弄的。独孤城脑子里全是风离姬的脸，想到2天后的约定，嘴角越发的上扬。你回去王府一趟，跟管家说一声，王妃过府后一切莫管。王爷，恕叶希多嘴，您不是要报复这风四小姐吗？您这样让管家撒手不管府上的事儿，您就不怕风四小姐到时候把王府给翻过来？本王就是想要看看这个风灵溪想做什么。叶希看着自家王爷嘴角的笑容，他敢肯定王爷的仇报不了了。一大清早，风灵溪就被门外的喧哗声吵醒，起身出去，便看见外面的刘氏在大喊大叫，那撒泼的模样刷新他的三观。二姨娘，大清早的，你嚷嚷着吵什么？希儿，你来的正好，你管管你的丫头，竟敢和我作对了。四小姐，二姨娘把四王府送来的聘礼都带走了。你个死丫头，你胡说什么？看我不打死你！二姨娘，我记得那天皇上赐婚的时候，我与你说了，聘礼送来都要送到我的院子来。当时二姨娘你可是答应了的。啊，希儿，我没有要你的聘礼，
我就是想要把聘礼整理一下，等你出嫁的时候当嫁妆，风风光光把你嫁过去。聘礼是四王府给我的，至于嫁妆，我可是将军府的嫡女，出嫁的嫁妆定然是要按照嫡女的嫁妆安排。相信二姨娘不会少我嫁妆。希儿，你看咱们将军府这也不富裕，你这聘礼这么多，聘礼多少都是四王府给的，嫁妆多少也是将军府给，这个道理二姨娘不会不懂吧？希儿，你这前边还有3个姐姐未出嫁，她们的嫁妆都还没有备齐，将军府哪有剩余的给你做嫁妆？刘氏实在是忍不了了，这么多的聘礼本想全都拿了，现在倒好，一件都捞不到。看来3位姐姐这是要赶在我前面出嫁了，这嫁妆都准备好了，既然这般，那我也就不勉强了。希儿，你可真好，二姨娘，何时你嫁妆筹备好了，我再出嫁，我不着急。风林熙说完，看着抬聘礼的家丁，冷声道：愣着做什么？把本小姐的聘礼都抬到我院子里去，少一样，我要了你们的狗命！风林熙，刘氏听到他后面这话，气得直跺脚，看着下人把聘礼都抬走，敢怒不敢言。他竟然敢威胁他，真是气死他了。这般不愿意嫁，为何要委屈自己？要不要我帮你？你怎么又来了？我可没打算缠着你，我来是有件事昨天忘了问你。躲在暗处的叶心听到王爷这话，捂脸，实在是看不下去。说好报仇的，王爷这也太没出息了吧？什么事？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事儿。有什么话赶紧问，问完给我滚！我想问你什么来着？巧把我给吓的，我一下子竟然想不起来了。你别生气，我在想。想好了再来，现在给我出去！我一会儿就能想起来。我来你这儿一趟不容易，翻山越岭的，这天都快黑了，我拿解药的时候再问。风林熙打开窗户，看见外面的身影，连忙关上窗户。快躲起来！躲什么？我话还未……闭嘴！我娘来了！你若是不想死，就给我闭嘴，给我藏起来！躲哪儿？风林熙在房间四处看了看，指着床底下说：“进去。”独孤城指着自己，一脸不可置信：“你让我躲床底？”进去，我娘来了。要是被发现你在这里，你就死定了。你这是担心我吗？快进去，要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风林熙突然抽出匕首，架在他脖子上。我进去，你别动刀子。这性子也太狠厉了吧！这吃亏的明明就是他，怎么到头来他好像才是受委屈的那个？暗处的叶希在此无言，若不是亲眼所见，他真不敢相信这个被女人威胁钻床底的男人是战场上令100万大军闻风丧胆的战神。乖，小姐，夫人来看你了。娘，你怎么来了？娘就是过来瞧瞧，今天发生的事儿，小黎都跟娘说了。风林熙眼睛扫过小黎，小黎立刻低下头，一脸畏惧。你也别怪小黎，昨天聘礼的事儿娘也知道，今天你爹又回来，希儿让你受委屈了。唉，你爹来找我，把娘说了一顿，说你不听话，还威胁说不肯嫁给四王爷。希儿，听娘的，别想着抗旨不遵，你爹可是朝廷重臣，你若是抗旨，皇上降罪下来，整个封府120人的性命全都完了。娘，是爹让你来这里说服我的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希儿，咱们女人该为了大局着想，不能任性为之啊。
娘，为了大局着想，所以二姨娘在府上以郊区府女主人的身份自居。爹爹称她为夫人，你也忍着吗？娘身体弱，只有你一个女儿。刘氏虽然是妾室，可是她给你爹生了2个女儿，将军府的长子也是出自她腹中，娘能说什么？娘，你嫁给爹的时候，你身体也弱吗？是真的生不出儿子，还是另有原因？你就没有想过？喜儿，做女人便要大度，在家相夫教子。娘，我不想听你说这些。风林熙反感这些话，要她像她这样活着，根本不可能。喜儿，张着还想说什么，看着她生气，叹了口气。唉，罢了，我的事儿我自己会看着办，娘就别管了。送娘回去。小林连忙扶着张氏，夫人，请。张氏看了他一眼，离开他的房间。独孤城从床底下出来，看着浑身散发着冷意的风林熙。那个丫鬟太不可靠，你得找个忠心耿耿的丫鬟才行。你想出来没？若是想不出，就给我出去。想起来了，我来这里就是想要问问你，你都知道你要嫁给四王爷做寡妇，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跟你有关系？你就不怕你怀上我的孩子？我已经服了避子汤，就算不幸中招，我也会处理得干干净净。那女人真的是够狠的，怎么说也是一条生命，她难道就不会良心不安？你就不怕嫁过去让人知道你废完璧？要是知道了，那可是诛九族的大罪。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更何况这是皇上赐婚，他也没有说我必须是完璧之身嫁过去。若是东窗事发，我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哼，我都说了我不会乱说的。你嫁的可是王爷，这宫里头的斗争，就算我不说，也不敢保证别人不会查出来。我再说一遍，只要你不说，便不会有人知道。听明白了？四小姐放心，我绝对不会说的。叶希，本王跟你说，这风灵溪真的太有意思了。本王原以为她得知嫁过去当寡妇会要生要死，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而且她还……独孤城想到自己钻床底的事儿，轻咳2声，这事儿绝对不能告诉叶希。叶希听着王爷赞不绝口，想到之前气势汹汹说要算账的王爷，简直就是没眼看。听王爷对四小姐赞不绝口，想必是不计较他对您，这笔账自然要算。本王隐藏身份，就是想日后让他知道真相，让他给本王道歉。叶希看了自家王爷愤愤的眼神，他才不相信王妃会给他道歉。王爷，那咱们现在回军营吗？回军营做什么？本王假死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自然不回去。没事儿，和风灵溪玩玩，解闷。叶希真的很想说，人家四小姐根本不想和他解闷儿，刚刚才被赶出来，什么时候脸皮变得这么厚了？叶希啊，你打小呢就跟本王一起长大，也该到了成亲的年龄了。本王呢，给你物色了一个姑娘。王爷，叶希不想娶妻，只想保护王爷的安全。哎呀，叶希，娶妻也可以保护本王。那个风灵溪不好对付，本王打算从他的婢女下手。那婢女长得水灵灵的，交给你搞定。叶希唇角微抽，上一秒的感动瞬间化为泡影。这才是他认识的王爷，这战术还是这般快很准。王爷，
等咱们回去再实习这个战术。目前你隐瞒身份去找四小姐，若是我也出现，等回去之后她知道你一直都在玩她，恐怕会出事儿。说的也有道理。本王回去的时候还得戴个面具。走，喝酒去。四小姐，将军吩咐您回来，让您去花园。花园？知道什么事吗？回四小姐，是太子殿下来了。带路吧。风铃溪见过太子殿下，见过爹爹。四小姐免礼吧。熟悉的声音让风铃溪抬头，对上太子殿下的俊脸，一脸震惊。这不是那天夜里的皇子吗？他就是太子殿下，就是原主以前的旧情人。风将军，不知能否让四小姐陪本宫对弈一局？希儿，那你就陪太子殿下下棋。风铃溪应声，看着爹爹给他让座，刚坐下就看见刘氏带着风铃玉过来。臣妇见过太子殿下。林玉见过太子殿下。独孤雁应声，眼睛扫过他们母女，视线落在风铃溪身上。四小姐请。风铃溪看着桌上的五子棋，手持黑子开始下棋。独孤雁唇边泛起一抹笑容，随即落子。两人的速度都不慢，很快棋盘上便有了不少棋子，速度也渐渐地慢了下来。风铃玉站在独孤雁身边，眼神痴迷地看着独孤雁，花痴的模样让抬头不经意看见的风铃溪凝眉。四小姐，该你了。四妹，你就认输吧，你怎么可能是太子殿下的对手啊？温其不语正君子，二姐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吗？太子殿下，该你了。四妹，你怎么和太子殿下说话这个态度啊？你……二小姐，本宫与四小姐下棋，你若是闲着没事儿，就到别处走走。本宫不喜对弈之时耳边舌燥。太子殿下，灵玉多嘴了。凭什么他就可以和太子殿下下棋，还在太子殿下面前说他的坏话？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四小姐，你可要小心了。太子殿下，若是我赢了你，不知可否向你讨个赏？四小姐的意思是，你这局能赢我？若是你真的能赢了本宫，本宫就答应你的请求。多谢太子殿下。风铃溪道谢后，黑子跟着落下，起身对独孤雁拱手。太子殿下承让了。你这……想不到四小姐棋艺这般精益，着实让本宫大开眼界。太子殿下见笑了，希儿都是胡乱下的。爹爹的意思，希儿胡乱下的都比太子强吗？太子殿下恕罪，希儿不懂规矩，臣并非这个意思。臣……风将军，本宫想让四小姐陪本宫走走，不知可方便？当然方便。风傲天看着太子对希儿的赏识，额头上的冷汗更厉害了。这希儿自婚给了四王爷，如今太子对他却来了兴致，这可如何是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希儿，那晚你怎么突然就不见了？你躲着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是不是因为父皇给你和四弟赐婚，所以你……太子殿下，大病初愈后，
以前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过几天我便要嫁入四王府，还望太子殿下忘了以前的事。这原主和太子殿下什么感情他不管，反正他不想和太子扯上关系。希儿，你忘了我们的事儿？太子殿下，我真的不记得了。没事儿，没事儿，不记得了。我告诉你，对不起，以前的事儿我不想知道。还有几天我便要出嫁了，太子殿下，你值得更好的姑娘。希儿，你不是说你喜欢我，要嫁给我做我的太子妃吗？是不是你爹威胁你了？你告诉我，我替你做主。没有人威胁我，是我自愿的。太子殿下，你贵为太子应该知道皇上这次赐婚的目的。我希望你别掺和进来，好好的做你的太子。即便我不记得以前的事儿，我也希望你别为我做错事，不值得。他不是原主，不敢招惹他，也不想卷入宫斗中去。希儿，我懂了。独孤雁突然冲上来抱着他，风铃溪吓了一大跳。太子殿下，请您放开我。独孤雁放开他。希儿，我懂你的意思了。即便你嫁给了四弟，你依旧是我最爱的女人，我会等你。话毕，独孤雁便离开。风铃溪凝眉，最爱的女人，这风铃溪和太子殿下果然有一腿。看来风铃溪以前是装傻而不是真傻，但为什么整个将军府都不知道他是装傻？我来这里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兑现承诺给我调制解药的。我今天毒发作了。半个时辰后解药就能出来，拿完解药就滚。独孤城连忙搬个凳子坐在他旁边，看着他调制解药，那娴熟的动作还有对药材的认知让他震惊。这外界的传闻一点都不可信，还说什么四小姐痴傻，啥都不会。我看他们都是瞎眼。外界的人瞎不瞎我不知道，但是你要是敢乱说一个字，我保证你又瞎又哑。放心，我和四小姐的事儿我会烂在肚子里的，绝对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独孤城见他不说话，又开始找话题了。四小姐，是不是以后我们都不见面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嫁给那个四王爷就是守活寡，女人嘛，总有需求的时候。听着他舌燥的声音，风铃溪真的很想给他配置一包毒药，直接把他毒死，一了百了。你怎么说也是将军府的嫡女，你若是不愿意嫁过去，让你爹给你求情，肯定能行的。而且你可是京城第一大美女，就这样嫁给一个死了的人。够了，再废话一个字，我现在就杀了你。独孤城感受到他眼神流露出来的杀意，连忙捂着嘴。风铃溪瞪了他一会儿，深吸一口气，继续调制解药。这风铃溪还真的是够狠的，睡了他居然还想杀他。半个时辰的时间过去，风铃溪将调制好的解药推到他面前，冷声警告：拿着解药就给我滚，别再出现在我面前。最后一个问题。独孤城开口，立刻就感受到来自风铃溪冷冽的目光，咽了咽口水，连忙问：我就是想问你，你就不想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不想，现在立刻马上出去。
独孤城看了他一眼，提着药离开他的房间。看着王爷出来，叶心连忙上前：王爷，今日太子去将军府和四小姐下棋了，四小姐赢了他，太子还抱了四小姐。王爷，您说太子会不会之前就认识四小姐？认识又怎样？他风灵溪强了本王，已经是本王的女人，以后更是本王的四王妃。即便本王不喜欢她，也不可能把她让给太子。去查，本王要知道风灵溪和太子的关系。该死的女人，强了他还想和太子来往，真当他死了不成？王爷，属下回去就去查。大婚之日就这么到来，在迎亲队伍的护送下，风灵溪就这么嫁到了四王府，独自一人完成拜堂，成了四王府的四王妃。别人大婚都是宾客满座，而她嫁过去则是独守空房，就连府上的嬷嬷看她的眼神那都是白眼。四王妃按照规定，您今夜不能入睡，得给王爷守灵到天亮，老奴会在门口守着。小姐，小离话刚落，嬷嬷上前便是一巴掌扇在小离的脸上，教训道：没规矩的丫头，嫁过来便要改口叫王妃，这个规矩都不懂吗？嬷嬷，奴婢知错，以后不会再犯了。赵嬷嬷，本王妃问你，现在四王府谁是主人？自然是四王妃您。风灵溪甩手便是一巴掌扇在赵嬷嬷的脸上，冷声喝道：打狗还看主人，本王妃的贴身婢女，何时轮得到赵嬷嬷来管教？是皇上吩咐的，还是你赵嬷嬷的意思？四王妃，老奴乃是四王爷的奶娘，即便是四王爷，对老奴也要客客气气的。你也知道我是四王妃，而不是四王爷。你若是这般爱四王爷，他战死沙场，你为何不随他而去，也好体现你的忠心，不是？四王妃，你……赵嬷嬷气得浑身瑟瑟发抖，把房内喜庆的东西全都撤了，半个时辰后把灵堂给本王妃都弄好，本王妃到前厅给四王爷守灵去。四王妃，今日是你和四王爷的大喜之日，灵堂不用舍，更何况头七都过了。既然如此，那就跪安吧，本王妃累了，要睡觉了。王妃，小丽给您添麻烦了。小丽，你给我记住了，这以后除了我，谁都不能打你，知道吗？小丽点点头，连忙道：王妃，您赶紧休息吧，折腾一天，你也够累了。你早点睡，明天还得早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忐忑不安的过了几天，风灵溪还是迎来了他最不想面对的这一天。四王爷回府了，一大清早听到小离匆忙的禀告，风灵溪连忙洗漱一番，便出去迎接。儿媳见过母妃。风灵溪进去后行礼，低着头，强压着内心的不安，给老王妃请安。希儿快来，成儿回来了，你这孩子可真是有福气，嫁入王府冲喜，却让成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风灵溪走到老王妃面前，抬起头，对上上座男人的脸，一脸震惊，差点就暴露出来。看着上座的男人，这不就是独孤城那天夜里的男人吗？他怎么成了四王爷？他不是做梦吧？母妃，这便是父皇赐婚给儿臣娶的王妃。风灵溪听到他这话，一肚子的火，他这是什么意思？不认识他了？成儿，
她是风将军的嫡长女，是你的王妃。母妃，儿臣可是听说这四将军的嫡女可是个痴傻的草包，父皇怎就把她赐婚给了儿臣？风林夕听到他说自己痴傻草包，那脸上的不悦让他握紧了拳头。要不是他不能暴露那夜的事儿，他定要问清楚他这是什么意思。啊，成儿，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希儿在赐婚前2天大病初愈，可聪明可能干了。如此说来，本王倒是有福气之人，能够在风大小姐大病初愈后娶她为妃。听到他这话，风林夕气不打一处来，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欠揍？前几天在他那儿的时候瞒着身份，现在摆出一副高高在上他高攀不起的样子给谁看？王爷安然无恙回来，可谓是可喜可贺。我也听说过王爷不喜女色，若是王爷觉得我风林夕不适合做你的4王妃，不如趁此机会修书一封于我，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如何？看来你对这个婚事很是不满，这么想着本王休了你，你就不怕本王休了你，没人敢要你吗？风林夕就恨不得把他摁在地上，捶爆他的头。王爷又怎样？他风林夕会稀罕他的身份？怎么不说话了？母妃，儿媳自知以前痴傻，配不上王爷，还请母妃跟王爷说一声，赐儿媳一纸休书。希儿，你都已经好了，这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更何况你现在都嫁给成儿了，还是皇上赐婚，这婚事退不得。成儿，希儿这个儿媳妇儿，母妃可是认可的。你父皇这次帮你物死的这个儿媳妇儿，母妃非常的满意。你刚回来，有的是时间和希儿相处，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希儿会是合适你的王妃。儿臣听母妃的，就姑且先和她处处看。母妃赞不绝口的女人，自然不会差到哪儿去。希儿，好好的和成儿相处，他若是欺负你，尽管和母妃说，母妃替你做主。风林夕应声，看着老王妃离开，脸色一沉，冷眼盯着独孤城。是不是觉得玩弄我很有意思啊？皇上赐婚也是你安排的吧？风林夕怒视着他，他不就是强了他一次吗？一个大男人至于这么小气，把他娶回来折磨他？独孤城俊脸一沉，他现在是装作失忆，所以他绝对不能承认他说的话。风灵溪，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妻子对本王说话的态度吗？独孤城，你……王妃，王爷他失忆了，这之前的事全都不记得了。既然王爷以前的事都不记得了，那就当我刚刚说的话都没有说过好了。我还有事，先行告退。风林溪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王爷，您真的不打算和王妃说清楚？王妃似乎很生气。叶希，你是谁的侍卫？王爷说哪儿的话，属下自然是你的侍卫。王爷，属下多嘴。属下觉得这个王妃不像是别的千金小姐那般好对付。您刚刚的态度，她一点都不怕，甚至还主动提出让您休了她的话来。您说，这哪家的千金小姐会这样说呀？叶希，听你的意思，本王这以后还得看她脸色过日子不成？属下不敢。属下只是觉得王妃能够让老王妃赞不绝口，定然有过人之处。不如王爷您和王妃认真的相处看看，没准儿您会真的喜欢她呢。哼，笑话，本王会喜欢她？她的过人之处就是胆子肥。你说本王冷落她，让她做个下堂妇，
你说他会不会跪求本王，跟本王认错呢？王爷，属下觉得王妃和别的千金小姐不同，她能开口让您休了她，自然也不怕你冷落她。你说的没错，风灵溪的性格和别的女人真的不同，本王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屑本王的女人。叶夕，你去试探一下，看看她对本王是什么样的态度。叶夕指着自己，一想到王妃的眼神，他就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快点去，愣着做什么？找我何事？叶夕看着王妃桌上的盒子，整个房间都弥漫着药香味，连忙问：王妃，属下冒昧问一句，王妃可是身体不适在服药？王妃在熬着药丸，不是身体不适。对不起，属下只是想关心王妃一下。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王爷让你来找我的？叶夕愣了下，这王妃厉害呀，这都被他看出来了。回王妃，的确是王爷让属下来调教王妃。我知道你一直都跟着王爷，我想问问你，王爷什么时候开始失忆的？回王妃，王爷之前受伤失忆了，就是遇见王妃的时候失忆了一次，昨天夜里一战后恢复了遇见王妃之前的记忆，忘了和王妃认识后的记忆。风灵溪听到叶夕这话，眉头微挑，怎会这么巧？前后失忆恢复记忆都这般特殊。王妃，王爷的性格有些冷，但是王爷人其实真的挺好的，您千万别把他今天说的话放在心里，王爷绝对是无心的。看着王妃的脸色，叶夕决定好好的和王妃沟通。还有什么事吗？这个……叶夕本以为这样就聊上了，谁知道王妃说话比王爷还要简练，甚至性格难以琢磨，心思就更是难以琢磨了。王妃，午膳您可是要陪王爷用膳？母妃可有说让我过去，若是没有，我便不过去了。叶夕脸上的笑容僵住，这王妃听老王妃的话，看来她得找老王妃帮忙才是。王爷，夫妻吵架，床头吵架床尾和，你哄哄王妃就好了。你哪只眼睛看见本王要哄她，想让本王宠幸她？不可能。能不能爬上王妃的床榻还是一回事儿，别到时候连房门都进不去。去给本王把书房整好，本王睡书房。王妃，王爷还没有来。风灵溪手中动作微僵，这才想起他和独孤城已经成亲了，这是要睡在一起的。小林，吹灯睡觉。风灵溪收拾一下便躺下，趁着他没来试一条线，他若是敢碰他，看他怎么收拾他。就这样，独孤城回来的第一天，夫妻各睡一屋。从皇宫回来的老王妃得知此事，把他们叫到跟前训斥了一番。成儿，你们是夫妻，不住在一起，母妃如何才能抱孙子？母妃，可否容儿媳说一句话？风灵溪开口，无视独孤城看着他喷火的眼神，见老王妃同意，开口说道：儿媳自知昨夜是儿媳的不对，因身子问题不能伺候王爷，儿媳恳请母妃给王爷纳侧妃。纳侧妃？希儿，你可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才刚嫁入王府几天，你怎么会有纳侧妃的想法？独孤城也没想到他竟然会跟母妃说这话，要是母妃同意纳侧妃进来，他真的想要把她推给别的女人？母妃，男人三妻四妾本就正常，更何况希儿之前痴痴傻傻，这正妃之位也是皇上赐封下来的，倘若王爷哪天想收回，儿媳也是无话可说的。老王妃听到他这番话，眼睛盯着独孤城，想到他昨日说的话，脸色一沉。成儿，你是不是对希儿说了什么？你昨天可是答应了母妃，要好好和希儿相处的。母妃，你可千万别听他说的这些话，你怎知他心里怎么想的？兴许
他根本就不屑这个四王妃的位置，一门心思想着离开四王府呢。我也是的，没错，我的确一门心思想离开四王府，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王爷。够了！老王妃看着他们两个头疼的厉害，她好不容易看见成儿成婚，这怎么两人就没有半个省心的？你父皇让母妃进宫住一段时间，母妃希望回来的时候你们能够和睦相处。还有，没有母妃的命令，你们不许分房睡，即便希儿身体不适的这几天都不许分房睡。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是不是很在意本王失忆的事？我只是希望王爷能够身体健康。倘若你真想本王健康的活着，那就少和本王斗嘴。本王可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对自己夫君说话的妻子。那王爷希望我怎么做？作为本王的王妃，不该对本王温柔以待，不该想着如何博得本王的心，哪有像你这样想着本王休了你的？我还是那句话，王爷若是不满我这个王妃，随时都可以休了我。本王看你是想让本王休了你，好让你能够和太子在一起吧。不过别怪本王没有提醒你，你到底也是本王的王妃，即便本王休了你，太子愿意娶你，那你也只能是个妾。你脑子有病！我什么时候说了我要嫁给太子？风灵溪，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太子喜欢你，你和太子以前有什么样的关系本王不管，如今你既然已经嫁给了本王，就甭想着本王会休了你，即便本王不喜欢你，也不会把你送出去给他。你去哪儿？本王话还没说完。风灵溪，你给本王站住！不管他怎么喊，风灵溪的脚步也不曾停下，很快消失在他视线中。王爷，太子殿下来了。独孤城听到太子，脸色更是难看。这还真的是郎情妾意，这都找到他府上来了。叶希，你去查一下风灵溪以前和太子的关系。王爷，属下知道王妃赐婚，太子殿下曾经到将军府和王妃下过棋，而且还赢了太子殿下，而且在花园内聊了许久。独孤城听到叶希这话，俊脸一沉。叶希连忙低着头，属下这就去查。慢着，你去把王妃给本王喊来，就说太子殿下来了。王爷，您这是要撮合太子殿下和王妃？让你去就去，哪来那么多的废话？今天他就让太子知道，想要抢他的女人门都没有。太子殿下，什么风把你吹到本王的府上来了？四弟平安归来，本宫很是高兴，特意来府上看看四弟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本王多谢太子关心，虽然这次差点回不来，但也是有惊无险。父皇给本王还娶了个京城第一美人做王妃，本王别无所求。四弟艳福不浅，凯旋归来，还有如此美人为妃，令本宫很是羡慕啊。本宫若不是东宫，倒是也想和四弟一般，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王爷，王妃来了。爱妃，快过来见过太子殿下。风灵溪见过太子殿下。独孤雁看着他给自己行礼，想要起身扶他起身，却被风灵溪躲开。这一举动让独孤雁脸色很是难看，心刺疼的厉害。希儿，你……太子殿下，如今我是四王妃，还请太子殿下称呼我四王妃或者弟妹。太子、爱妃，你们这是以前认识吗？王爷，我出嫁之前，太子殿下曾在将军府与我下过棋。弟妹加入四王府，可还习惯？多谢太子殿下关心，弟妹在这里过得很好，王爷和母妃对我极好。如此便好。独孤雁喉结滚动，好多的话她想和希儿单独说说，可是她现在的态度似乎很不想和他有半点的关系。这样的希儿让他觉得很陌生，望而止步。四弟，本宫也该回去了，就不打扰你们了。太子慢走。你干嘛？风灵溪，你是不是和太子以前就认识了？
独孤城，你放手。回答本王的问题。你真想知道？那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独孤城，我大病初愈后，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就和你一样，我忘记了以前的事情。所以你问我和太子以前有没有什么关系？抱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告诉你啊？你失忆了？是。独孤城看着他现在的性格，再想想这之前传闻中的风四小姐，怪不得他觉得她和传说中完全不同，原来是以前的事情记不得了。那太子殿下可曾和你说过什么？本王只是想知道你和他以前是不是有什么关系。风灵溪，你可别以为本王是吃醋，本王只是想弄清楚你和他的关系。如果你和他两情相悦，本王会考虑还你自由。因为之前的事儿我都不记得了，兴许我和太子的确是两情相悦。王爷要不直接休了我，还我自由好了。既然你这么爽快地跟本王坦白，本王也不瞒你，本王遇刺失忆之时，不幸被一女土匪给毁了清白。本王到现在都不曾找到那个女土匪，你若是帮本王找到这个女土匪，本王便还你自由之身。我也可还记得那个女土匪长什么模样？本王的侍卫叶喜跟本王说，那个女土匪和你长得极为相似。他肯定是看错了，我怎么可能会对你下手？你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在怕什么？你若是没有对本王做过那种事，叶希又怎会说你和那个女土匪长得极为相似？独孤城，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天下相似之人不知道有多少，你口口声声说是我，那我就证明给你看，你说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说完这话，风灵溪撸起袖子，手臂上的手工纱赫然暴露在空气中。看清楚了吗？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人。这手工纱不会是你自己弄出来的吧？本王不相信你不是他，本王要亲自查证。你想怎样查证？这手工纱就是最好的证明。见他不信他，风灵溪有些慌了。办法有，便是和你圆房。无耻！风灵溪，你可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本王和你圆房怎么就无耻了？你别胡说八道，我癸水来了，你若是有需求，我这就去给你安排侍寝的姑娘。你忘了母妃说的话，本王和你可是要好好的相处培养感情，你紧张什么？本王又不会吃了你。那敢问王爷，想要怎样培养感情？自是按照母妃说的去做，同住一间房，好好的相处培养感情。风灵溪白了他一眼，屁的感情，看着他就一肚子的火，怎么可能有感情？这女人癸水来了，脾气暴躁，散散步发泄一下，顺便本王与你讲讲那个女土匪的事儿，你也好想想办法让本王找到她，还你自由之身。风灵溪握紧拳头，看着他一本正经的说这些混蛋话。怎么不说话？不会是因为本王的话你吃醋了，想要帮本王找出那个女人，把她杀了？这该死的男人，他看他根本就是没有失忆。什么叫做帮他找到那个女人杀了他？说什么吃醋，他怎么可能会吃醋？独孤城看着他气得不行，枕边的笑容越发的灿烂。瞧你这气动不行，若非真的被本王说中了，你是吃醋了对不对？所以你妒忌那个女人对不对？王爷，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吃醋了？你哪来的优越感？本王两只眼睛都看见了，你很生气，一定是吃醋了。王爷是觉得很有成就感吗？非要在我面前一遍一遍的说？要不要我再帮你拿个喇叭宣告天下，说说战神四王爷的丰功伟绩，让天下人都夸赞你啊？风灵溪，你是不是女人？你怎么说也是本王的王妃，
你不吃醋不生气，你眼里到底有没有本王？王爷想听实话还是假话？自然是实话。没有。王爷眼里没我，我为何要有你？风灵溪，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休了你？不信。若是他真的敢休了他，早就休了，哪里会和他这么多的废话？哦，本王倒是忘了一件事，你就是想要激怒本王，想要从本王这里拿到休书，想要和太子重归旧好，这……卢孤城话还未说完，就看见风灵溪掉头就走。风灵溪，你给本王站住！本王跟你说话。风灵溪，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风灵溪，你说本王是不是娶了个祖宗回来？你怎么和本王说话的？难道你娘没有教过你如何相夫教子吗？王爷莫不是忘了，我也就是前些日子才大病初愈，我娘还没有来得及教我如何相夫教子，就已经赐婚嫁入王府。所以王爷别对我抱有任何的希望，相夫教子我不会。说的也是。卢孤城这次竟然不生气，还很赞同的点点头。那你和本王说说，你怎么会这些的？看你熬制出来的药丸，天天都在弄这些。你可别跟本王说，你这医术都是大病初愈后突然就学会的。我不是跟你说了，我大病初愈后，之前的记忆全都没了，这医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如此说来，本王的病你也能医治？如果王爷想让我帮你医治你失忆的脑子，我倒是可以试一试。好，本王倒是不知道你的医术如此精湛，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够医治本王的失忆。敢问王爷是如何失忆的？头部受到重创，然后失忆。简单，王爷让你的头部再重创一次，就可以恢复记忆了。风灵溪，你是不是想要借机报复？你让本王再重创一次，你确定不是想要本王再次失忆？一次若是不行，那就再来一次，重创多了，再失忆就再撞，如此反复，直到记忆恢复为止。风灵溪，你……卢孤城总算是明白了他这话的意思了，他分明就是故意的，这种方法怎么可能治好失忆？他就是想弄死他。王妃，您这又是何必？王爷其实对王妃已经很不错了，您这样顶撞他，他都没有处罚您，你要不然就算了，和他好好的过吧。小离，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休了我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失忆，甚至连皇上赐婚，我估摸着都是他一手安排的，就是为了报我那天夜里强他的仇。王妃，您确定吗？王爷要是真的装失忆这样对您，那也太过分了吧？要不然你以为就我对他说话的态度，他会这么忍着我？我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这般小气。不过是睡了他一次，他睡哪个女人不是睡？我一个女人都不计较，他一个大男人计较什么？王妃，您说会不会你是王妃第一个女人？可能吗？这古代的王爷怎么可能守贞如意这么大？那天夜里的事儿他也不太清楚，药性冲昏头脑，不太记得了。要不然我也干嘛这么生气啊？那就算是第一次，那也太小气了吧？就当是给他开荤，搞得他好像不是第一次似的。王爷兴许觉得王妃主动，他觉得丢脸。风铃溪唇角微抽，听小离这么一说，似乎有些道理。可是他被下药，控制不住也是人之常情。再说了，他要是没反应，他能降了他？归根到底，他不也是有反应的吗？王妃，要不然改天您问问。没啥好问的，
待会儿你去多拿几床被褥过来，在地上多铺几床被子。王妃，您这是要打地铺？是他打地铺，我的房间我怎么可能不睡床？就让他睡地铺。这之前他躲在这里不是睡得很习惯吗？他还就不信了，他敢爬上他的床榻。王爷，王妃已经睡下，吩咐奴婢给您留房。都退下吧，本王自己进去。王爷，奴婢话还未说完。说。王爷，王妃入睡前吩咐奴婢将被褥铺好，让您睡地铺。他还说了什么？王妃还说，之前王爷也是睡地铺，睡多几次记忆就恢复了。王爷，要不然您还是回书房。都给本王退下。他还就不信了，他还睡不下床榻。独孤城踩着地铺走到床榻前，看着睡得香甜的风铃溪。原本睡着的风铃溪突然睁开眼，四目相对。独孤城得意地勾起唇角。王妃，一刻千金，本王这就给你验明正身。原本以为风铃溪会挣扎，却没想到他竟然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独孤城的手刚伸到他脖子处，俊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身上突然就痒了起来，撩起袖子，看着手臂上的红点，独孤城眼睛喷火。风铃溪，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给他下毒！忘了和王爷说了，我的床榻上撒了很多的羊羊粉，只是没想到王爷放着好好的地板不睡，非要和我挤在一起。风铃溪，你给本王下毒，本王就把这毒传染给你。看着他像个孩子一样在他身上靠，风铃溪唇角微抽，好心的提醒道：王爷，这个对我不管用，我的体质这毒已经伤不了我了。他可是吃了解药的，怎么可能会被羊羊粉给伤到？解药？没有，劝王爷赶紧去沐浴，要不然一会儿身上越来越痒，有些地方可是不好下手抓的。独孤城连忙起身，嗖的跳下床榻，快步朝着房门外冲出去。王爷，要不要去让王妃过来看看？叶夕看着王爷阴沉的俊脸，想到昨晚上王爷从王妃那儿回来，泡在水里一宿，他硬是没敢问原因。去把他给本王找来。算了，还是别去了。王爷，恕下多嘴，属下觉得王爷还是坦白的好些。坦白什么？就说您其实没有失忆。我觉得王妃这么聪明，她肯定猜到了王爷没有失忆。哼，看来你对这个王妃倒是很满意了。王爷，属下知错。风铃溪想要本王休了你，本王就偏不休你。本王倒是要看看你能和本王较真到什么时候去。海妃，你可算是出来了，本王等你好一会儿了。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还有这吓死人不偿命的称呼，风铃溪皱起眉头。王爷突然的称呼让我好不习惯。海妃，昨晚上本王泡在水里想了一晚上，本王想过了，本王要和爱妃好好的过日子。叶夕的话提醒他，想要报复一个女人，就一定要让她爱上自己，然后再狠狠地抛弃她，这样才能报复到她。爱妃还是不相信本王跟你说的话吗？没关系，本王会证明给你看，本王是真心真意想要和你过日子的。王爷说想和我好好过日子，也就是说也不会瞒着我任何事，对吗？这是自然的。风铃溪凑上前，看着他脸上的笑容，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只是这心黑的。王爷，你是真的失忆呢，还是装失忆？本王的确是失忆过，但是昨天晚上都记起来了。你觉得我会相信你说的话？爱妃，你都已经睡了本王，本王不管，你得对本王负责，本王是你的人了。独孤城一把抓着他的手臂，那撒娇的语气让风铃溪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独孤城，
爱妃，不许喊我爱妃。希儿，本王这样喊你好不好？第二个问题，赐婚之事是不是你在背后搞的鬼？独孤城脸色微变，硬着头皮点点头。对，我知道那天夜里是你之后，我就和父王请旨了。毕竟你和本王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就让父皇给我们赐婚。所以假子赐婚，骗我嫁入王府。希儿，本王没有想要骗你，假死之事除了父皇谁都不知道，而且关系重大，所以这就是先婚夜你住在我这儿，却不告诉我你的身份的原因。独孤城，你满嘴的谎言，我凭什么相信你？希儿，本王知错了，本王当时也想和你说的，可是……独孤城皱了皱眉，这坦白了，怎么感觉自己连说话都没有底气了？明明被抢的人是他，现在怎么感觉憋屈的跟个小媳妇儿似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从今天起，本王就睡在这里，你睡榻上，本王睡地上。独孤城，你是战神，14王爷，那又如何？本王在自己的卧室睡觉，有何不可？卧室，既然王爷想打地铺，那我就不拦着你了，随意吧。独孤城躺在侧卧，看着睡在床榻上的风明星，这想要这个女人爱上自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奉劝王爷一句，上榻需谨慎。独孤城正想着趁他入睡爬上去，听到他这话，身体一僵。这女人至于这么防着他吗？不都睡过了一次两次，不也是睡吗？到了半夜，独孤城偷偷地爬上了他的床榻，顺着他的身边躺下。见他没有反应，独孤城很是满意，刚打算眯着眼睡觉，突然猝不及防的一脚，独孤城没有防备，就这么被踹到了地上。独孤城起身想要骂他，却发现他睡得很是沉。莫非他刚刚那是睡觉不老实？想到这里，独孤城的心又蠢蠢欲动，揉揉自己的腰，又爬上床榻，看着毫无反应的风明心，嘴角微微上扬，说什么不让他上榻，他还不是上来了。闭着眼，独孤城正准备入睡，突然腹部一阵绞痛，俊脸骤然变色，他居然想要拉肚子。迅速起身出去，好不容易回来，没多久又拉了。半个时辰跑了4趟茅厕，独孤城脚软了，看着睡得香甜的风云心，上前扯了扯他的手臂。希儿，起来。3更半夜你不睡觉，你喊我做什么？希儿，本王肚子不舒服，都已经去了好几趟茅厕了，你给本王弄点止泻的药。睡觉前我可是提醒了王爷，上榻需谨慎，看来王爷是不把我的话当回事儿。希儿，本王就是觉得地上睡着冷，想要上来和你提一提。可是王爷的身体如此娇弱了，这都快6月天了，王爷竟然会觉得冷，看来这身子是不行了。要不要我帮你瞧瞧？好，本王也觉得最近这身子不行，不是这里痒就是拉肚子的。希儿医术高超，赶紧给本王瞧瞧。独孤城厚脸皮的配合说，看着风明星额头上隐隐浮现的青筋，正想说好话，肚子咕噜一阵，俊脸骤变，连忙说：希儿，你赶紧给本王弄点止泻的药。话还未说完，独孤城又跑出去了。王妃呢？回王爷，王妃已经去用早膳了。这个女人真是不讨喜。王爷，王妃出来的时候说，王爷昨夜折腾了一宿，身体被掏空，虚得厉害，让属下别喊你起身，让你多睡一会儿。身体被掏空？王妃是这样和属下说的。王爷，莫非您昨夜又被王妃给……后面的字还是不敢说。听到王妃这话的时候，他是真的很佩服王妃，
居然能把王爷给掏空，折腾得起不来，太让他佩服了。独孤城却脸一沉，他让本王跑了一晚上的茅塞，那他都虚脱了，你以为什么？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还让叶曦误会。王爷，恕属下多嘴，我觉得您还是悠着点的好，王妃真不是好惹的。叶曦，你到底是本王的人，还是他的人？有你这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吗？王爷，属下只是担心王爷。叶曦，你给本王把风灵溪的贴身丫鬟给搞定。本王不但要风灵溪爱上本王，还得让他的丫鬟爱上你，让他知道本王的厉害。王爷，这可使不得，属下哪有这样的本事？要不然叶曦去帮你做别的事儿。独孤城冷眼扫过，叶曦连忙低着头，一脸惆怅。那属下尽力而为。希儿，你知道本王为什么想要和你好好过日子吗？就是因为你现在这个性子，本王着实喜欢。那我倒是希望王爷别喜欢的好，像我这样的女人可不会阿谀奉承对你好。本王喜欢就好。希儿，本王想跟你打个赌，赌我们谁更先爱上对方。看来王爷是势在必得，笃定了，我一定会爱上王爷。本王笃定了，本王一定会爱上你。说完，独孤城也不管他的表情怎样，哈哈大笑起来。风灵溪看着他这模样，别开言，王爷真是爱说笑话。希儿不信，我只是想说，王爷现在有心思谈感情，但我没有。还是奉劝王爷一句，还是别在我身上浪费感情。不尝试一下，希儿怎知自己不会心动？感情的事可不是自己能够控制住的，就如本王和希儿的缘分。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想法。希儿无非是还在记恨本王装失忆欺你的事，本王知道，本王也知错，给你赔不是。希儿能否就当做那件事没有发生过？那王爷能否当做娶我的事没有发生过？若是可以，他自然也能做到。希儿，这种事怎能说当做没有发生过？本王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我都不在乎，王爷为何要在乎？独孤城不想和他继续说下去，连忙转移话题。他可不想说着把自己的女人给说没了。成儿，你父皇让你来了，去御书房找他。希儿留这儿陪本宫，你去御书房吧。独孤城看了母妃一眼，很是无奈。母妃对希儿是真的比他好，而他还不能吃醋。希儿，这2天成儿有没有欺负你啊？母妃，儿臣怎敢欺负他？你怎么还不走啊？你父皇还等着呢。再说了，母妃和希儿说话又不是问你，插什么嘴啊？被母妃嫌弃的独孤城看了风灵溪一眼，无奈离开。母妃，王爷他不曾欺负儿媳。希儿，母妃知道你对成儿没有那意思，不过你们都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又是成亲了，你也就别想着离开四王府的事儿。母妃性子直啊，也不想跟你拐弯抹角。母妃希望你真心实意的待成儿，断了那念头。母妃，风灵溪对上母妃脸上的笑意，她却怎么都笑不出来。母妃怎么什么都知道？老王妃一脸慈笑，当真以为母妃什么都不知道？这年轻人啊，有想法固然是好，可是这要是遇见了对的人，就不该错过。成儿这孩子是我带大的，他的性子就是这样，表面上看着玩世不恭，其实啊，心气着呢。洁身自好，母妃敢说，让你和他在一起，绝不委屈你。这敢这般夸自己儿子的，不愧是独孤城的母妃，这母子俩都这般自信。如果想入手正品又怕买贵，推荐识货 App。
我这双新百伦慢跑鞋，用它对比全网20多家平台价格，直接省了好几百。赤兔8 Pro 飞电无 C 等专业跑鞋，现在价格降到冰点，只要200多。音速13欧文2代这种热门篮球鞋也很实惠，实货正品保障，还能查180天历史价。评论区看看吧。母妃说的是，儿媳会想清楚的。那便好，母妃知你不易，但是你要记住，你现在可是四王妃，四王府的女主人。别学那些女人给自己的夫君纳妾，让自己受气。你这又不是不能生，为何要让别的女人抢你的男人啊？听母妃的，把自己男人抓牢了，好好的过日子。母妃，你真的是这样想的？母妃像是跟你说谎的人吗？母妃是过来人，什么样的人生都是靠自己把握的。多谢母妃教导，想不想去御花园看看？母妃，要不然儿媳还是在这里陪你吧。今日入宫的除了儿媳和王爷，还有昭然郡主。宫里规矩甚多，加上嫔妃娘娘，儿媳怕不懂规矩生事，给母妃惹麻烦。昭然郡主也要来，母妃不知吗？希儿，这昭然郡主要是跟你抢成儿，你不会让出王妃之位吧？果然是想什么来什么。这话问的，他若是说让，肯定会让他失望。若是昭然郡主发话，儿媳不过是将军府所出，以前的事儿定然抢不赢他。母妃相信你若是愿意，定然能赢他，别让母妃失望。风林溪见话都说到这儿了，只能硬着头皮点头。看来这晚膳是吃得不顺畅了。走，陪母妃去走走。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昭然郡主，您慢点。风林溪听得认真，突然听到耳边传来宫女焦急的声音，身子却被撞了一下。怎么走路的？没有看见我们郡主？放肆！淑妃娘娘在此，竟敢大呼小叫！昭然见过淑妃娘娘。昭然郡主这般着急，这是想要去哪儿啊？昭然听说程哥哥来宫里了，便想去找他玩。程哥哥，莫非说的就是独孤城？郡主想要去找程儿，在这宫里也得看着点儿，撞到人可不好。淑妃娘娘，你知道程哥哥在哪儿吗？郡主，你若是想知道程儿在哪儿，就好好的先跟你程哥哥的王妃道歉。程哥哥的王妃？你便是将军府的那个痴傻四小姐？昭然郡主对我的事倒是了解得很。昭然郡主，希儿已经好了。淑妃娘娘，就算好了，那她以前也是个痴傻的傻瓜。程哥哥乃是战神，我们元星朝的英雄，这样的女人怎么配得上程哥哥？昭然郡主，听你这话的意思，希儿配不上程儿，那不知什么样的女人才配得上程儿？自然是门当户对、聪明伶俐的女人才配得上程哥哥。昭然郡主这话说的极是啊，若不然昭然郡主和王爷说说，让他把我给休了，娶你为妃。风林溪突然开口，昭然郡主脸色一阵青一阵白，连忙解释：本郡主可没有说要让程哥哥娶我为妃。既然这样，那就让王爷将就着我这个配不上的王妃吧。怎么说，我也是皇上赐婚给他的，是真的要休了我，也得皇上答应才是啊。你居然用皇上来威胁程哥哥，你以为这样程哥哥就会和你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吗？你做梦！郡主若是喜欢王爷，不如和他去说说，在这里与我说这些恐怕毫无用处。你牙尖嘴利的，还真的把自己当回事了。等他见到了程哥哥，看他怎么让程哥哥把这个女人给休了，看着都讨厌。程哥哥的王妃只能是他的。昭然郡主，希儿是本宫认定的儿媳妇，身份不比你低。若是不想给玉亲王丢脸，劝你还是对希儿说话客气些。
淑妃娘娘，昭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她配不上程哥哥，替程哥哥不满。娶了这样的女人，程哥哥心里多憋屈啊！你又不是程儿，怎知道他心里欢喜还是憋屈？难不成程哥哥还会喜欢他这样的傻子？昭然郡主，还真的让您失望了。王爷他还就真的喜欢我这样的痴傻女人。您若是不信，自己去问他。昭然郡主，本宫很喜欢希儿这个儿媳妇儿，也不喜欢别人说她的不是。她以前怎样，本宫不管。如今她是本宫的儿媳妇儿，本宫就不许任何人对她不敬，更不许任何人欺负她。淑妃娘娘，昭然嘴巴不会说话，还望淑妃娘娘赎罪。郡主随意吧，本宫还要和希儿到处走走。风铃溪跟着母妃离开，昭然郡主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气愤的跺脚。母妃，这个昭然郡主似乎很喜欢王爷，儿媳不太懂，当初为何没有让王爷娶她为妃？你觉得她和程儿般配？至少身份比我好，门当户对。若是在乎门当户对，母妃就不会认你这个儿媳妇了。母妃，其实我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般好，我和王爷其实……母妃觉得你们很是般配。母妃一生阅人无数，母妃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适合程儿。你虽然说什么都不会，可你什么都会，精明着呢。不过呀，母妃要提醒你一句，这一味的忍让未必就是好事儿。我不想和他吵起来，能够避免就避免，这人家怎么说都是郡主，这若是事情闹大，只会给自己找麻烦。希儿别怕，有母妃给你撑腰，她不敢把你怎样。淑妃娘娘，皇后有请。母妃，大促去哪买羽绒服唯一更便宜？推荐识货 App， 骆驼羽绒服、博西和冲锋衣300-400到手，北面羽绒服6折起。平台对比全网渠道店铺价格走势，直接底价入。这里看历史价格是否降到冰点，关键正品保障，标识安心购的还提供假1赔3和7天无理由服务。评论区新人更优惠。别担心，母妃一会儿就回来，记住母妃和你说的话。风铃溪应声，看着母妃离去，心不在焉的在御花园逛着。程哥哥，你就陪我玩一会儿嘛。昭然郡主的声音传入风铃溪的耳中，那一声程哥哥让风铃溪扭头看着不远处和独孤城拉扯的昭然郡主。不是说皇上召见他吗？怎么和昭然郡主缠上了？正想过去凑个热闹，就被人喊住了。希儿，见过太子殿下。希儿是来参加父皇的晚宴吧？本宫带你过去。不用了，我一会儿和母妃一同前去。既然这样，那能不能和本宫说几句话？本宫有话想要和你说。太子殿下，我没有什么话要和你说的，我还有事，先走了。独孤雁见他要走，连忙上前抓住他的手臂，这一举动让风铃溪脸色骤变，正想甩开他的手，就看见一道身影气冲冲的朝着他这边走过来。太子哥哥，你这是在做什么？昭然郡主，四弟，你们怎么一起过来了？太子殿下，路上碰到了昭然郡主，和她聊了几句。太子这又是和本王的王妃在说什么，还抓着她的手。风铃溪趁机甩开太子的手，走到一旁。昭然郡主突然上前，扬起手朝着风铃溪就是一巴掌打了下去。只是巴掌还未落下，就被独孤城给抓住了。昭然郡主，你这是什么意思？当着本王的面卡本王的女人？陈哥哥，她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我替你教训她。刚刚你也拉着本王的手，你怎么不说你不知廉耻？陈哥哥，他怎么能这样说他？他那么喜欢他，他居然说他不知廉耻。王爷，你信我吗？信。本王的女人自然不会做出对不起本王的事。
太子殿下，还是那句话，我与你无话可说。希儿，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太子殿下，请注意你的言辞。希儿与你从不认识，你这样说，想置他于何地？太子哥哥，陈哥哥，你们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他有什么好的，让你们都这般为他吵起来？昭然郡主有所不知，希儿哪儿都不好，但是本王就是喜欢。独孤城牵着风铃溪的手，刚刚父皇还让本王陪你到处走走，没想到在御花园遇见了昭然郡主，耽误了一些时间。无妨，我不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吗？风铃溪看着昭然郡主和太子殿下，太子殿下陪昭然郡主聊聊天，我们就先告辞了。独孤城拉着风铃溪的手离开。昭然郡主喜欢四弟，本宫知道，但是你也该清楚，风铃溪乃是父皇亲赐给四弟的四王妃，昭然郡主还是别找他麻烦，免得父皇降罪，到时候给玉亲王府丢脸。太子哥哥，你难道就不想和风铃溪在一起吗？我又不瞎，怎会看不出来太子哥哥喜欢那风铃溪？你若是喜欢他，你把他追过来便是，我可以帮你啊。昭然郡主，注意你的言辞，别给你自己找麻烦。他喜欢希儿，那也是为了他的安全着想。他眼下的处境这般困难，他岂会不知？他应该是怕他和他以前的关系被发现，让他生活更艰难，是他疏忽了，没有照顾到他的感受。母妃怎么没有陪你一起？皇后召见他，母妃让赵嬷嬷陪我在御花园逛逛，没想到遇见了太子殿下。你和太子别走得太近，毕竟这里是宫里，人多嘴杂，被人看见了不好。王爷说的我都知道，只是身不由己。本王知道，没有责备你的意思，只是想提醒你，在宫里不比在府上，很多眼线都盯着咱们，若是被抓到把柄，会有麻烦。风铃溪应声，就是因为知道这个道理，他才选择不和昭然郡主争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风铃溪坐在独孤城身边，才想低调的将自己遮掩住，突然就被点名了。皇上，听闻你给陈哥哥赐婚的四王妃可是方将军府的嫡女，能不能让她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也好让我们见识下方家嫡女的风采啊。淑妃看了昭然郡主脸上的笑容，笑着说，皇上，希儿大病初愈，嫁入四王府，身体还未痊愈，我看还是算了吧。淑妃妹妹，大病初愈已有些日子了，今日家宴，身子也该好的差不多了才是啊。皇后发话，昭然郡主连忙附议。对呀，我可是听说了，四王妃大病初愈后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好歹也让我们开开眼界啊。父皇，希儿以前的情况，父皇深知，就别为难希儿了。四王爷，本宫可没有为难她的意思，只是她作为四王妃，定然有她过人之处，有什么才艺表演助兴，也未尝不可呀。风铃溪听着皇后和昭然郡主你一言我一语的说着，分明就是想让她出丑，好找机会休了她这个王妃。既然淑妃都说了希儿身体未痊愈，就作罢。皇上，既然四王妃身体不适，不如就让御医来给她瞧瞧，看看她的身体能不能给四王府延续子嗣。皇后娘娘，今日是瞎宴，自当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用膳。至于替希儿看病的事儿，不如明天让御医到四王府给希儿诊治，如何？淑妃呀，这延续子嗣可是皇族大事。都说封家嫡女这以前发高烧，烧坏了脑子，这身体是否痊愈也未知啊。不如今日检查一番，也好让大家安心呐。皇后，你这话是何意？这封灵犀乃是朕亲自下旨赐婚给成儿的，你这话可是在说朕老眼昏花，连个人都看不清楚吗？皇上，臣妾不是这个意思，臣妾……若是不想用膳，
现在就可以回去。皇上冷声呵斥。皇后咬着唇，恶狠狠地瞪着淑妃。这个贱人，她就不信皇上能罩着她一辈子。这昭然郡主乃是皇后娘家之人，若是她成为太子妃，定然会找你麻烦。昨天便已经知道了，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不直接嫁入王府做你的妃，这样不是更好吗？独孤城握着她的手，这一举动让风莲心猛地抽回，独孤城却是笑了。本王连希儿都不能满足，又怎么能满足其他的女人？你胡说八道什么？独孤城再次抓住他的手，风莲心想要抽回，却被他握紧。希儿，本王知道自己之前做法有些混账，可是眼下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你我该一条心才对。王爷，昭然郡主来了。独孤城听到昭然郡主，俊脸一沉，他好不容易抓到了希儿的手，这昭然来这里做什么？王爷，你先去见他吧，我还有事儿，就不陪你去了。说完，风莲溪起身，带着小林离去。希儿，独孤城想要追上去，就看见昭然郡主飞奔着朝他跑过来。陈哥哥！看着昭然郡主脸上的笑容，独孤城就觉得讨厌，坏事的家伙。昭然郡主，您找王爷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本郡主和陈哥哥说话，你一个侍卫插什么嘴？叶希乃是本王的贴身侍卫，与本王情同兄弟，怎么替本王问不得了？陈哥哥，昭然没有这个意思，就是想陈哥哥了。昭然郡主上前想要抓住独孤城的手，却被他躲开。这样的举动让昭然郡主脸色很是难看。陈哥哥，你不喜欢我吗？为何？昭然郡主请自重，本王从来就没有说过喜欢你。若是郡主会所意，那现在本王便清楚地跟你说一声，本王不喜欢你，以后请郡主自重。陈哥哥，郡主找本王可有事？若是没事儿，本王就不奉陪了。陈哥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来这里其实是为了……本王说了，请自重。有话便说，无需在本王面前哭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本王欺负你了。陈哥哥，我父皇要把我嫁给太子天下，可是昭然不喜欢太子，喜欢你。陈哥哥，你帮我去和父皇那说说，让他别把我嫁给太子哥哥，我想嫁给陈哥哥你。本王不过是一个皇子，既然玉亲王让郡主嫁给太子，那也是郡主的福气，嫁给太子便是太子妃。郡主还是听玉亲王的话，嫁给太子的好。陈哥哥，可我喜欢的是你呀！你让我嫁给太子哥哥，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昭然郡主说着，朝着前面的池塘跑去。叶希赶紧拦住他。郡主莫冲动。叶希，郡主若是要跳，就让她跳。这池塘水浅，淹不死人。陈哥哥，为什么你就不愿意娶我？我哪里不如风莲溪那个痴傻的女人？本王就喜欢那种痴傻的女人，不缠着本王。听到他又说希儿的不是，独孤城就越发的反感他。陈哥哥，你真的不愿意娶我？是。昭然郡主听到他这话，心灰意冷，突然笑了起来，朝着池塘扑通跳了下去。正如独孤城说的那般，池塘的水淹不死人，但是却能让昭然郡主喝了不少塘里的水，呛得不行，狼狈了一把。闻声而来的风莲心看着众人手忙脚乱的照顾昭然郡主，眉头拧紧。小林，这昭然郡主和王爷有这么情深意重？京城谁不知道昭然郡主喜欢王爷，就王妃您不知道？如此说来，倒是我棒打鸳鸯了。早知道那天
却该换个人做解药。王妃，谁都看得出来，王爷不喜欢昭然郡主，你为何要这样说自己？再说了，王爷现在对您那可是天地可见、日月可照的用心，您这样，王爷知道得多伤心啊！几天不见，你倒是心向着他去了。小离只是希望王妃幸福，也把自己的男人拱手相让。过去瞧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希儿，本王可没有欺负她，都是她自己跳进去的。不就是想要嫁给这个男人吗？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选择跳池塘，淹不死人，还吃了一肚子池水。你这金枝玉叶的，若是让你父皇知道，你多心疼啊！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的做好人，本郡主想怎样就怎样，你管得着吗？郡主，我不是来拦着你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这池塘里的水不太干净，平日里丫鬟们都把我的洗脚水往池塘里倒。您这要是想跳池塘，你得先弄清楚水质干不干净再跳啊。你说洗脚水？你们也真是，这洗脚水怎么往池塘倒？不知道郡主要跳池塘的吗？家奴们被王妃这话给问得憋屈，这池塘什么时候倒洗脚水了？可是王妃说有，那就是有。王妃，那天我看见咱们院子里那只大黄在池塘边上拉屎。昭然郡主听到屎，再也控制不住呕吐了起来。郡主，你说你为了王爷去这般脏的池塘，值得吗？独孤城看着风铃溪这般，唇角微微上扬，总觉得他说啥都这般的让他顺眼，甚至他很享受现在这样的感觉，为他护着的感觉。风铃溪，你这个恶心的女人！郡主说的是，池塘有这些东西，还让郡主呛水，的确是恶心至极。回头我就让人把池塘水给换上，免得下次郡主跳池塘水质不干净。昭然郡主一想到自己呛水喝的那些水，一想到那里面有洗脚水和屎，干呕不止。还愣着做什么？现在就把这池塘的水给放干，给郡主换上干净的水。凤梨仙，你给本郡主闭嘴！昭然郡主话还未说完，就看见一只黄色的大狗在池塘边，呕吐得更厉害了。给本郡主把那只狗给宰了！郡主息怒，这只狗狗可是王爷最喜欢的，您若是宰了，你得问问王爷的意思才是。凤梨仙！昭然郡主被他气得喘不上气来，看着他无辜的眼神，就差没晕过去。小离，赶紧准备热水给郡主洗洗，别着凉了。众人七手八脚的将昭然郡主扶到房里，沐浴更衣。风铃溪真的让家丁将池塘的水给抽干，换上干净的水。希儿，你为何要这样说？瞧把昭然郡主给恶心的。王爷干的好事倒是怪到我头上来了，我只不过是心疼着昭然郡主罢了，对王爷一片痴心，为了你都跳池塘了。这池塘又淹不死他，他可是懂水性的。卢孤城桃花眼微眯，看着风莲溪没好气的眼神，笑着说：希儿心里是有本王的，若不然怎会和昭然郡主说这些，恶心他？王爷想多了，我只是实话实说。刚刚你也瞧见了，大黄的确在池塘边拉屎拉尿。那洗脚水呢？独孤城可不想放过这么好的机会，风莲溪收回视线，提醒道：王爷还是想想怎么安抚昭然郡主，免得他哭诉回去，可别到时候又赖到我头上，我可忙得很，没时间管你那些莺莺燕燕的事。本王和昭然郡主真的不是你想的那般，他喜欢本王那是他的事，你不能赖在本王的头上。风铃溪看着他认真解释的模样，那王爷为何还要猜忌我和太子的关系？卢孤城被他的话给问住了，看着他冷眼离开，他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原来他在吃这个醋。希儿，本王没有多想，本王
王爷，昭然郡主一直在哭，不肯沐浴，您过去看看吧。他爱哭就让他哭。来人，去玉亲王府通知玉亲王来接人。王爷，这样不妥，若是让玉亲王看见昭然郡主为了你寻死觅活，到时候和皇上停止赐婚，王爷可就麻烦了。叶希提醒道，王妃的脾气可都摆着的，他敢说只要王爷让昭然郡主进府，王妃肯定休了王爷。走，去看看。叶希连忙跟上，看着王爷阴沉的俊脸，越发担心昭然郡主。就王爷这脾气，他要是惹怒了王爷，定然没有好果子吃。风林熙回到房间，就看见小离跑过来，昭然郡主不肯沐浴，在房间里寻死觅活的。寻死觅活什么？还想死？小离点点头，看着王妃沉下去的脸，小声说：“要不然让王爷去管他。这昭然郡主可是玉亲王的掌上明珠，奴婢觉得王妃还是别插手的好，免得到时候把所有过错都推到王妃头上。你以为我不去，他就不会找我的麻烦？走，去看看。”昭然郡主，为了这样的男人，何必呢？他既然都不喜欢你，那就算哭干了眼泪，他也不会心疼你的，不值得。风林熙，都是你，若不是你，本郡主又怎么会落得这般田地？如今，本郡主还有什么颜面活在这个世上？郡主这是想要寻死？陈哥哥不要我了，都是因为你，我恨你。所以，郡主就想寻死觅活的报复王爷。发生这样的事，本郡主哪里还有颜面活在世上？还不如死了算了。既然郡主想寻死，那我便给郡主准备了绳子，套在脖子上，踢掉凳子，两脚一蹬，吊死。哦，舌头会伸出很长，死相很丑。匕首往脖子上一抹，脖子就断了，鲜血四溅。不过嘛，下手得用力点，要是喉咙没割破，真一直流血，又要死不活的，那就有点惨了。得看着自己流血致死，又疼又难受。风林熙介绍完这两种，拿起一旁的砒霜。这个简单，砒霜放在水里当水喝了。不过，这砒霜虽然是剧毒，但是毒发临死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痛苦。至于多痛苦，只有喝了的才知道。死相也会很恐怖。七窍流血，差不多吧。不知道昭然郡主想要哪种死法？昭然郡主早就被他的话给吓得半死，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风林熙凝眉，这些都不喜欢吗？那就再跳一次水好了。待会儿我让人把池塘的水换上，昭然郡主跳下去的时候，只要张开嘴多喝水，很快就会溺水而亡。溺水而亡，身体因为喝了不少水，慢慢的水肿，会变得浮肿，尸体会发白发臭。别说了，郡主不是想寻死觅活吗？要是这些方法都不喜欢，我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跳楼。这个就简单多了，跑到城楼高的地方跳下去就完事儿了，摔下去五脏俱损，自然死相恐怖。本郡主不死了，你别说了。昭然郡主听不下去了，风林熙指着浴桶，郡主身上的衣服都湿了，若是不想死了，那就先洗一洗，免得着凉。要不然着凉后高烧不退，要是烧坏了脑子，那就麻烦了。想想我5岁那年高烧不退，烧成傻子，爹不疼娘管不了的，那滋味可不好受。都出去，本郡主要沐浴。希儿，本王还从来都不知道你这么能说，真是让本王看着都傻眼了。皇妃真是太厉害了，属下在一旁都看得呆了。谁让他恨的是我？希儿，他若是敢伤你分毫，本王定然饶不了他。此事不宜闹大，让他烂在昭然郡主肚子里，要不然你我都讨不到好处。希儿说的是，本王都听你的。这是王爷自己惹出来的事儿，难不成还想让我帮你处理不成？要不然待会儿本王命人把他给送回玉清王府。风林熙听到他这话，真的很想拆开他的脑子，看看他是真的傻还是装傻。
王爷若是想娶她，也送她回去。希儿，那你说本王要如何是好？让她自己回去，把今天发生的事情烂在肚子里。希儿，本王对女人的心思是真的不懂，要不然这件事还是你来处理，就当本王欠你的。本王答应你，你帮本王处理这件事，本王也帮你做一件事，如何？王妃，你就帮帮王爷吧，他是真的不懂怎么处理这种事。希儿，你要是不想本王搞砸事情，这件事我处理，你现在和叶曦出府去，入夜后才能回来。卢孤城听到风铃溪这话，连忙朝着叶曦挑手。走。叶曦连忙跟上王爷的脚步，两人离开王府。王爷，您让王妃处理昭然郡主的事儿，您就不担心昭然郡主见您不见了，找王妃的麻烦？你觉得昭然郡主能是希儿的对手？看着她今天的表现，本王真是小看了她。像她这样的女人，别说一个昭然郡主，就算来10个，也不是她的对手。王妃的确和别的千金小姐不同，属下也觉得王妃能够处理好昭然郡主的事。那是自然，也不想想，她可是本王的女人。可是王爷，您不是说举她入门是为了报复她吗？那您还报复她吗？叶曦的话就好像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独孤城的脸上。当初他就是奔着这个娶了风铃溪的，可是如今他怎么可能会报复他？本王要他心甘情愿地跟着本王，那王爷您得先爬上王妃的床榻才是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让你搞定希儿身边的丫鬟，你总这么没本事？王爷，王妃的丫鬟可是王妃亲自调教出来的，属下嘴笨，怎么可能搞定她？您还是换个人吧。知道希儿的婢女你都搞不定，那你觉得希儿能好驯服吗？也不知道谁当初气势汹汹的说要报复王妃的，如今还不是被王妃给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你说什么？属下说，王妃一定会被王爷收拾的服服帖帖的。看来本王对你是太客气了，让你都忘了自己的身份，说话没大没小，连本王都敢调侃。叶曦脸色骤变，连忙上前赔不是。独孤城瞪了他一眼，还不快点跟上！昭然郡主沐浴出去，就看见站在门外的风铃溪，看见他，不知道为何突然心生畏惧。昭然郡主，您这是要回玉清王府吗？本郡主现在就回去，不打扰四王妃了。郡主，还有件事想和您商量一下，不知可否给个方便？你说。看着他结巴了，风铃溪有些想笑，他怎么把他给吓成这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对昭然郡主做了什么。郡主今日来四王府，本是四王府的荣幸，却不幸掉到池塘，这若是传到玉亲王耳中，定会究其缘由。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透露出半个字的。今天我来这里就是来看看程哥哥和四王妃的，很开心。昭然郡主玩得开心就好，下次有时间再来府上玩。若是没事，那我就先走了，我送送你。将昭然郡主送上马车，风铃溪拍拍他的手说：郡主是个聪明人，自然知道今天的事若是传出去意味着什么，郡主的颜面最为重要。本郡主知道，走了。昭然郡主连忙让人驾着马车离开四王府。郡主真的会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吗？要是今天的事传出去，王妃免不了一场麻烦。她只要不蠢，自然会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你想想，相比之下，嫁给四王爷，她不过是个侧妃，即便我愿意让出这个妃位，也不见得母妃会答应。再者说，皇后又怎么可能让昭然郡主嫁给四王爷，让王爷如虎添翼？王妃可真是聪明啊，什么都能想得这般清楚。若为男子，不知道比天下多少男子强呢。走吧，这件事咱们也不管了。入夜，独孤城回到房中，看着他已经睡下
走到床边，准备宽衣上榻，只是还未坐下，就听见风铃溪的声音传来：“王爷忘了我跟你说的话，想吃药了？”风铃溪，本王到底也是你的男人，这哪有夫妻睡在一个屋里却不让上榻的？本王可是王爷呀！王爷若是不满，大可以休妻。你这床榻这么大，分给本王一半总行吧？这床让给你，我去小离屋里睡。慢着，你这样是想让整个王府都知道本王和你分开睡不成？那王爷想怎样？独孤城嘀咕一声，走到橱柜，将被褥拿出来铺在地上，认命的躺下。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拿他没辙，不就是当初骗他一回吗？记仇不知得记到什么时候。我明日给王爷找些好看的小妾进府，给王爷暖床，免得王爷在我这儿委屈了自己。独孤城脸色一沉，气愤地瞪着风铃溪。风铃溪，你到底想怎样？本王都这样对你了，难不成你打算让本王睡地铺一辈子不成？风铃溪面不改色地看着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接受他，兴许是他当初骗他，兴许是他不想和他过下去，又兴许是他对他没有保障。总之他放不开，不能接纳他。美眸暗垂，风铃溪起身，背对着他解开了腰带。独孤城看着他衣裳从肩膀滑落。风铃溪，你这是什么意思？王爷不就是想要我的身子吗？既然这般，王爷拿去好了。他真的恨不得掐死他，为什么要这么固执？他难道看不出来他不是那种男人？若是只想要你的人，本王随时都能把你给办了，可本王没有。风铃溪，本王想要的是你的心。独孤城说完，气愤离去。风铃溪转身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神色复杂。想要他的心，为了一个算计他的男人付出真心，他现在真的做不到。王爷，火气这么大，刚刚和王妃打架了不成？本王问你，你跟着本王这么久，本王是那种好色之徒吗？叶希看着自家王爷的眼神，他若是说是，定然会死得很惨；若是说不是，是不是有些昧着自己良心？你倒是说呀！王爷您说笑了，您怎会是好色之徒？那天夜里完全都不是你主动的，你是被迫的，属下和军营的将士都看得见的。本王除了不是太子，还有哪里不如太子？叶希看了王爷气愤的表情一眼，算是明白了，王爷这是被太子比下去了，心里不舒坦。王爷，属下多嘴，属下觉得王妃似乎对太子也不上心，若不然王妃早就嫁给太子了。叶希，你真的觉得王妃不喜欢太子？属下觉得王妃谁都不喜欢。独孤城本来心里有那么一丢丢的窃喜，听到叶希这话后，突然就觉得扎心起来。他也感受到了，继儿似乎对谁都不上心，就连他当初也不过被他当作解药，仅此而已。王爷，属下说实话，虽然说有些难听，但是却是实话。继儿对本王根本就没有感情，那天夜里若不是要解毒，他怕是不屑碰本王。这话听着，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像是个小媳妇儿，受尽了委屈。可是这些都是事实，也改变不了风铃溪对他的看法。王妃对王爷应该是之前因为王爷骗她，像王妃这样的女人，怎么会轻而易举的就把真心交给王爷？总得花费点时间才行。叶希，你倒是很了解王妃啊。王爷，我这就叫做旁观者清，你和王妃我都是看着过来的。王妃的性子那样刚刚，你当初戏弄她，设计把她娶进王府，还骗她，她能对你有好感才怪。行了，你倒是说本王说上瘾了。希儿若是真的计较他当初骗他，那他就得化解这些才是。若不然，想他真诚相待，怕是不可能了。王爷，你不如用苦肉计，王妃一感动，自然就放下心中的芥蒂，对你好了。不行，若是让他知道本王用苦肉计，到时候他岂不是更加讨厌本王？王爷，属下的意思是，王爷真心相待王妃，日久见人心。王妃又不是铁石心肠之人，时间久了，自然会接纳王爷。
那得多久？这个，王爷，这个你问属下，属下是真的不知道。这种事儿，王爷得自己努力才行。那你说本王如今如何是好？自然是回去跟王妃赔不是。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次日清晨，风林夕得知昨夜独孤城一夜未归，问了之后才知道，昨天独孤城出去了烟花之地，一宿未归。王妃，您看你把王爷给逼的，如今好了，相信不久王爷就要纳妾进府了。风林夕依旧不吭声。独孤城若是真的如此，那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什么时辰了？晌午了，王爷，咱们回府吗？真是不明白，王爷为何要来这里？这要是让王妃知道了，岂不是更不愿意和他亲近了？这来了烟花之地，又不愿意找个姑娘陪着，自己躲在房里喝闷酒。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去花天酒地了，知道的才知道这就是个幌子。府上可有什么动静？王妃出门去了将军府，那她知道本王昨夜没回去吗？知道。反应呢？叶希看着王爷这没出息的样子，差点就没忍住笑了。王妃没啥反应，就是去了将军府。独孤城听到这话，就脸更黑了。这女人真够狠的，他就一点都不在乎她在哪里过夜，不担心她和别的女人睡在一起。王爷，属下觉得王妃不是那种你生气她就会跟你服软的女人。那你说她是什么样的女人？本王是真的被她给气死了。本王真想把她的心给挖出来，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心。谁让你当初欺骗王妃？你说什么？属下的意思是说，王爷这招行不通。王爷您想想，你这来硬的，王妃不吃这一套，若是换种方式，没准儿就行得通。你倒是说说，本王要怎样才能让王妃喜欢？这个不是为难他吗？王妃一看就不喜欢王爷，这真难啊。王爷，古人有云，唯小人和女子难养也。王妃也是女人，这又有话说，女人先海底针，这实在是难以走嘛。王爷就只能一样一样的来。你的意思是，假如她喜欢厚脸皮撒娇的那种，本王还要对她服软不成？不成不成，本王怎么能和她服软？本王绝对不能向她低头。本王到底也是堂堂的战神，怎么丢了这面子？王爷，舍不得面子套不住王妃啊！你想想，王妃这样的女人不好对付啊。独孤城犹豫了，这话倒是有些道理。叶希，你确定王妃吃这一套？叶希连忙摇头，他怎么能确定啊？王妃的性格他可不敢说，这万一没成，王爷还不打死他？王爷，属下是十分讲经验，这如何讨得王妃的欢心，还是得看王爷的。独孤城想了想，站起身。愣着做什么？回府沐浴更衣。不就是厚着脸皮黏着他吗？有什么丢人？他还就不相信了，他会没法子。希儿，本王有事要和你说。昨天夜里，王爷的事儿无需跟我说。希儿，你是不是吃素了？本王对天发誓，本王真的没有去找青楼女子，只是在那里喝酒。你若是不信，你可以问叶希。他是王爷的人，难不成还会站在我这边？他承认，他昨晚在青楼，他的确心里不舒服，可是他要克制，不能让独孤城左右了他的情绪。王妃，我叶希对天发誓，我绝对是站在王妃这边的。王爷昨天夜里真的是在青楼喝酒，喝得烂醉如泥，是属下守着他身边，保证没有一个女人靠近他。这是你们的事儿，与我无关。过些天侧妃进门，王爷也没有必要去青楼，免得伤了身子，怠慢了侧妃。独孤城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突然兴奋地看着叶希说：叶希，看见没？希儿吃醋了。什么伤身子、怠慢侧妃，这都是他吃醋的话。他肯定是喜欢本王的。王爷，王妃的意思是你别去青楼寻欢问柳，等侧妃进门，要是知道你肾虚，怕丢了王府的脸。胡说八道！拘谨王妃的意思，本王的身子怎么可能拘？希儿这话不会是暗指他不行吧？
独孤城想到这里，却没皱起。这可不行，他一定要和希儿解释清楚。希儿，等等本王！独孤城快步追上去。叶希看着王爷那没出息的模样，要不是一直都跟着王爷，真怀疑王爷是不是换了个人。风林溪心情很烦躁，他不该有这样的冲动，却因为独孤城昨夜一夜未归，他竟然失效了。越想他就越气。为了一个男人失了分寸，这不是他风林溪该有的风范。待会儿王爷若是来了，就说我累了，让他去书房睡。风林溪说完便躺下了，他要好好的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能被独孤城左右了。这样下去他会失了分寸，生怕哪天把自己的性命都给冲动丢了。叶希，你去把小丽给本王引开，不许她进房间。本王今晚要睡屋里。王爷，你觉得王妃可能会让你睡她屋里吗？你这样死皮赖脸的，只会让王妃反感。这要是把你打出来了，那就丢人了。他敢！独孤城吼完，看着叶希那给你个眼神自我体会的样子，轻咳两声。本王会小心点。叶希，本王把你当兄弟，差不多就得了，好歹给本王留点面子。属下是真的担心王爷安危，才好心的提醒了你。王妃的脾气他看着都觉得害怕。王爷这昨晚上才去青楼，今晚还想进屋，做梦去吧。叶希，本王怎么觉得你一点都不像是本王的侍卫，倒是像是专门落井下石的宿敌呢？王爷息怒，属下只是关心王爷，这才实话实说。独孤城看着他，连话都不想和他说了。在书房睡得翻来覆去，独孤城还是睡不着，悄悄地潜入风林溪的房间外，看着守在门口打盹的小黎，摸索着窗户的位置，推开窗户，翻身进了房间。看着躺在床榻上的风林溪，独孤城的心砰砰直跳。这让他去偷敌方的军营，他都没有这么紧张过，可如今他却已经紧张的出汗了。看着熟睡中的风林溪，看着她绝美的睡容，那粉嫩诱人的红唇，独孤城喉咙滚动，突然好想尝尝味道。这个女人初见面被他用强的，是娶回来了又不给他碰，毒凶毒凶的。一想到前几次的教训，独孤城就扼杀了自己冲动的想法。他敢肯定，他要是亲下去，估计舌头都能被他给切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舌头，独孤城移开视线，不看就不会有冲动。咽了咽口水，独孤城蹑手蹑脚地走到橱柜的位置，将里面的被褥抱出来，熟练地铺好，躺在上面，侧卧着看着希儿。就这样看着也挺好的，没准希儿晚上睡觉掉下来，正好掉到他怀里呢。这么一想，独孤城睡在地上都觉得甜丝丝的，很快便入睡了。躺在床榻上的风林溪睁开眼，看了眼地上的独孤城，他进来他就知道了。开始以为是刺客，嗅到他身上的气息，他这才知道是他，便一直装睡，想看他要做什么，没想到竟然是打地铺。发生什么事了？王妃，王爷不见了，他……话还未说完，就听见独孤城轻咳一声，从屋内走出来。王爷，您昨夜真的爬窗进王妃的房间了？叶希话一出口，独孤城真的很想一巴掌拍死这个不会说话的叶希，他这脸都给他丢光了。王妃，太子妃来了，收拾一下。独孤城听到他这话，兴奋地跑进去，屁颠屁颠地将被褥收起，放入橱柜。希儿没有生气，那他今晚岂不是还能来他屋里睡？独孤城收拾好走出来，看着站在门口的叶希，没好气地说：叶希，你是不是没带脑子出门啊？本王不在书房能在哪儿？王爷，属下这不是担心您的安危吗？您若是出事了，属下怎么跟老王妃交代啊？下次学机灵点，要不然我这辈子都不给你找媳妇儿。王爷，您可不能这样，好歹也把王妃身边的那丫头留给下属不是？
想要啊？本王凭什么把他给你？话毕，傲娇的离开，叶心郁闷的连忙追上去。王爷，等等我！你这动不动就是这么一副冷漠的脸，四王爷久了也会腻的。本宫听说母后要给四王爷那侧妃进府，你可不能一直都是如此啊！这知道的还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嫉妒，到时候落得一个善妒的罪名就不好了。太子妃教训的事，臣妾以后会注意。好啦，你这般，本宫跟你说着也没有乐趣，先回宫了。恭送太子妃。送走昭然郡主，风莲溪便去用早膳。独孤城也到了，见他神情无异，这才开口问：希儿，太子妃这么早找你做什么？那侧妃的事儿，应该也就是这2天了。王爷还是想想把侧妃安置在哪处，我好派人收拾。你不吃醋？为何要吃醋？那就随意吧。本王连自己的王妃都满足不了，哪有心情管侧妃住哪儿？随便腾出个地方给她住就成。话毕，起身离去。风莲溪见他生气了，起身便去了药房，自顾自地忙了2天。正如他说的那般，皇后赐给独孤城的侧妃2天后便直接塞到了四王府，直接被送进了四王府的水洗阁，还赏赐侧妃不少东西，就连水洗阁的布置都比风莲溪的住处强了许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妃，这水侧妃入府，皇后这般强行塞进来，王爷要是真的动怒，怕是要出事儿啊。小离见王妃一点都不焦急，她是真的忍不住了。王妃，您若是再这样，王爷去了水侧妃那边，到时候您就真的要和风侧妃那般了。他有手有脚，他去哪儿又岂是我能左右的？更何况他娶我，无非就是报复我当初欺负他，该怎样就怎样，我无所谓。难道王妃对王爷就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吗？奴婢都看得出来，王妃是喜欢王爷的。王爷对您做的那些事儿，王妃敢说您自己不感动吗？你倒是教训起我来了。王妃，奴婢只是不想让你和王爷这般折磨彼此，既然喜欢，为何不在一起？这样奴婢看着也高兴啊。你不懂，关门睡觉吧，我困了。王妃，风莲溪不理他，欢迎躺下。独孤城在院子里，酒坛子堆了一堆，眼睛却一直盯着风莲溪那边的房间。见房间的灯熄灭，还气愤的又灌了一口酒。王爷该去看新娘子了。滚！四王爷，水侧妃可是皇后娘娘赐婚的，王爷今晚必须去水侧妃那儿过夜。你个贱奴，怎么跟本王说话的？本王何时答应要娶侧妃？想塞给本王的女人，本王会碰她。做梦！把他送回水府，若是问起，就说张嬷嬷以上犯下，刑赐本王。水侧妃用人不善，禁足水洗阁，没有本王的命令，不许踏出水洗阁半步。独孤城说完，丢下剑，便朝着风莲溪的房中走去。该死的女人，她在这里给人逼着洞房花烛，她却关灯熄火睡觉，她怎么能随了她的意？出去！独孤城怒声吼道，把小离吓了一大跳。风莲溪看着独孤城这般，示意小离退下，免得伤其无辜。
王爷，今天是你的大喜之日，王爷来这不妥。纵使心里不乐意，风林溪还是说了，他在赌独孤城会不会真的去和水侧妃洞房花烛。风灵溪，你跟本王说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希望本王去和那个女人睡觉？王爷，水侧妃是皇后赐给你的，本王不管这些，就问你，你是不是真心想要本王去宠幸那个女人？他真的很想掏出他的心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为什么他付出了这么多，他一点都不感动？你看着本王的眼睛，你告诉本王，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本王宠幸那个女人？你要是真心想本王去，本王就去。是，我希望你过去宠幸水侧妃。独孤城听到他这话，脸色骤变，他真的不敢相信，他竟然会说出这番话来。他对他掏心掏肺，就是想要他能够接受自己，可是到头来，还是把他推给别的女人。风灵溪，本王掏心掏肺的对你这么久，你就真的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吗？真的舍得让本王宠幸别的女人？还是说，你从头到尾，你都只想着怎么从本王这里拿到休书，离开四王府？随便王爷怎么说，我无话可说。好，本王这就去宠幸皇后送来的女人。风灵溪听到身后摔门的声音，紧紧地闭上眼，不敢转身去追他。到底他还是留不住他。独孤城走到门口，转身看着背对着他的风灵溪，气愤地走进去。风灵溪听到声音，以为是小离进来看他。小离，我没事，你先下去吧。突然身后一双手抱住他，风灵溪转身就被独孤城吻住，充满酒味的唇好似发泄一般，狠狠地亲吻着他的唇。风灵溪想要推开他，却被他推倒在床榻上。风灵溪慌了神，想要挣扎，却敌不过独孤城醉酒后的力气。从开始的挣扎到渐渐的放弃，独孤城好似疯了一般，折腾了一宿，直到天亮才沉沉入睡。昨夜他竟然强迫他，不知道希儿醒来会怎样，他是会更加讨厌他吧。当初说好了不会强迫他，可是昨夜却还是强迫他，让他失望了。独孤城走出房门，看着一旁候着的小离，别吵王妃，让她睡下，好生照顾她。小离听到王爷这番叮嘱，想到昨夜房间内听到的声响，就算是再傻，他也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独孤城出了府，叶希笑着道贺：恭喜王爷，终于如愿以偿的上了王妃的床榻。本王伤了她。他如了愿，希儿却伤了心。王爷，您昨晚是喝醉了，王妃若是怪罪，您就说都是喝了酒坏了事儿。独孤城摇摇头，真的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他昨夜挣扎的那般厉害，他没有给他任何机会。他可以停下来的，但他没有；他能放过他的，他也没有。他只是想要完完整整的得到他，却无视他的感受。希儿不会原谅他的。王爷，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就别想这么多了。兴许捅破这层关系，你和王妃以后还能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你眼下还是想想怎么应付皇后。这张嬷嬷死了，皇后大发雷霆，你昨夜又冷落了水侧妃。这门亲事，本王从来没有点头。皇后直接把人送进王府，想要本王宠幸那个女人，你觉得本王会顺从她的意思吗？王爷，属下是真不明白，王妃不要你，你却偏要找她，这多少女人想要给王爷暖床，王爷何不……独孤城脚步顿止，转身看着叶希。这样的话，
本王不想听你再说第二遍。本王虽然贵为王爷，岂是什么女人都会要的？叶希摸摸鼻头，王爷自打认识王妃之后，这是真的越来越搞不懂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独孤城起身后没一会儿，风铃溪就醒了，动了动身体，身体的疼痛让他眉心皱紧。想到昨夜的事，风铃溪咬紧唇，原来被强迫的滋味是这般难受，怪不得他对那天夜里的事情耿耿于怀。王妃，你起来了？收拾一下，去给我打水，我要沐浴。小离赶紧收拾退下，打来热水给王妃沐浴。王妃，水侧妃到这边来了好几趟了，说是要给王妃请安，要不要见她？让她在前厅候着。小离看了王妃一眼，王妃没有生王爷的气，应该心里还是有王爷的。妹妹见过姐姐，给姐姐请安。水侧妃抬眸，水灵灵的眼睛正好落在风铃溪的脖子上，看着他脖子上的痕迹，差点失了态。本该他的洞房花烛夜，却让他给霸占了。以后不必每天请安，我不喜欢繁琐的规矩。妹妹记住了，还望姐姐多多教导妹妹。王妃还未用膳，水侧妃请安完便退下吧。小离手一挥，让人把早膳端上来。王妃，王爷出门前特意叮嘱奴婢，要伺候王妃把这些都吃了。听到独孤城，风铃溪眸光便冷了几分，看着站着不走的水侧妃，起身走到他面前。妹妹可是埋怨姐姐昨夜霸占了你的洞房花烛夜。妹妹不敢，还望姐姐息怒。妹妹倒是说说，姐姐我为何要息怒？水侧妃低着头，攥着手帕，咬着唇，那模样好像被风铃溪欺负的有多惨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真被风铃溪给欺负了。你先下去吧。水侧妃告退，带着丫鬟离开。王妃，这水侧妃长得这么好看，这以后留在王府就是个威胁。要不然趁着王爷还未宠幸她，把她给……她不过是个替皇后卖命的可怜人，为何要杀了她？更何况我也不是这种小气的女人。那王妃会不会生王爷的气啊？就当是还了那天夜里吧。风铃溪吃了早膳，便回去补了个回笼觉。睡一觉醒来，独孤城已经回来了，但是他却一直都不敢踏入院子。叶夕看着不断看着王妃院子的王爷，那眼神不安带着焦躁。这都1个多时辰了，一声不吭，也不敢去找王妃。叶夕，你去问问小丽，打听下情况。王爷，今天晌午的时候，水侧妃给王妃请安。王妃问水侧妃是不是怪罪她抢了她的洞房花烛夜。听丫鬟们说，王妃的那个脸色冷得都能冻死人，硬生生把水侧妃吓得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希儿真的生气了。王爷昨夜这般，王妃不锁门都不错了。昨夜本王是真的喝多了，那王爷要不然你和王妃解释一下，就说你不是故意的，你这不是混账话。换作是你，你能听本王的解释？那王爷还是自求多福吧，属下这就去小离那边探探口风。他这一整天都听着王爷的抱怨，还不如去看看小离，没准那丫头还能透露一点消息给他回来，安抚下王爷。王爷，水侧妃求见。让他进来。水侧妃听到独孤城愿意见他，愣了下，连忙进了书房。看着坐在那儿的独孤城，那俊朗的身姿让水侧妃的俏脸一红，缓缓朝他走过去。妾身见过王爷。
找本王何事？回王爷，妾身是来给王爷请安的，妾身有事想问。什么事？王爷，妾身陪嫁的张嬷嬷昨天夜里不见了，妾身找她很久，听闻她来找了王爷。张嬷嬷以下犯上，对本王不敬，昨天夜里已经被本王给斩了。这件事父皇和皇后都知道了。敢问王爷，张嬷嬷犯了什么事？妾身从小就是张嬷嬷带大的，妾身想……本王不是说了她以下犯上？水侧妃，本王虽然让你进府，但是你别忘了，你还什么都不是。别以为你是皇后派来的，本王不敢动你。你若是安分的待着，本王就如你所愿。你若是敢打本王的主意，可别怪本王对你下手不留情。水侧妃被独孤城这话吓得一个哆嗦，眼泪掉得更凶。妾身没有这个意思，妾身只是……本王还有事，你想要哭就回去慢慢哭，别脏了本王的书房。独孤城踏出书房，想也没想就朝着风林溪的院子走去，完全就忘了刚刚孩子担心希儿会生他的气。希儿，昨天晚上本王喝多了，本王知道自己挺混账，不是东西，也知道你生气。你要是生气，你就打本王，我保证绝对不会还手。说着，独孤城还把脸给凑上去，那一副视死如归的表情让风林溪有些哭笑不得。独孤城，那天夜里我被下药了，所以强了你一次。昨天夜里你喝醉了，我们扯平了。扯平了？希儿，你当真不生气？你的意思是想要我生你的气？希儿，本王就是担心你心里觉得憋屈，憋坏了身子。你要是生气，本王随你处置，保证没有任何怨言。当真？风林溪美眸一挑，独孤城脸上的表情紧绷，果然是他的女人，这套路太深了。刚刚还有些疑惑，以为他真的不生气，如今看来是他太年轻了。当然是真的。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他敢说，要说是假的，一会儿他就要被踢出去了。王爷这表情，莫非是觉得我故意刁难于你？独孤城连忙摇头，连忙给他倒茶。突然想到一个词，不怒而威，大概就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吧。以后没有我的允许，别上我的床榻。那本王若是在希儿房中打地铺，希儿不会赶本王出去吧？王爷若是不介意地板凉，我倒是无所谓。自然是不介意的。能进屋就进屋，他还就不信了，一张床榻而已，他还会上不去。这次能成功了，下次一定还有机会。王爷对姐姐可真是宠爱，姐姐喜欢什么，王爷就喜欢什么，着实让妹妹瞧着羡慕。妹妹说的是，王爷的确该是要雨露均沾，不能尽宠着我才是，要不然岂不是让人说了闲话？是我占了王爷的宠爱，冷落了水侧妃。水侧妃有些诧异，想不到她竟然会当着王爷的面说让王爷对她好些。姐姐，妹妹没有这个意思。王爷，水侧妃可是皇后娘娘的亲侄女，你可要好好对她才是。希儿说的不错，本王可不能辜负了皇后娘娘的美意。本王部下的副将的夫人去世多年，一直不曾娶妻。这样好了，本王收你为义妹，把你嫁给她做夫人，总比跟着本王做个妾室强。王爷，妾身是您的侧妃，您怎么能把妾身嫁给别人？您这不是要妾身去死吗？独孤城看着他哭唧唧的样子，看着就烦。王爷，你这样把自己的侧妃嫁给自己的副将，
这样不太好吧？希儿，做正妻怎么都比做本王的妾室强许多。再说了，本王连你都顾不好，又哪来的精力去管别的女人？要不然希儿为什么还未有身孕呢？风林溪被他这话给怼得说不出话来。他们昨夜裁员房，怎么可能有孩子？本王也是为了你好，别光顾着哭了。本王的副将身强力壮，你若是嫁过去，给他生7、8个孩子都不是问题的。史侧妃的脸色越发苍白，她竟然这般想，她也想给他生7、8个孩子。姐姐，妹妹已经嫁给王爷，若是再嫁给王爷的副将，妹妹真的无颜活在这世上了。这个我都懂，不过王爷也是为了你着想，这副将到底也是个武将，要想找个妻子也不容易，王爷也是着急了，才会想出这样的法子来。可是妾身是王爷的侧妃，怎能嫁给别的男人？为何不能？本王不曾碰你一根汗毛，也不曾答应要娶你入门。皇后把你硬塞给本王，本王收你做义妹，让你嫁给本王的副将为妻。莫非你是觉得本王的副将配不上你，故而才反对呢？王爷，妾身不敢，妾身只是……既然不敢，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本王收你做义妹，择日不如撞日，今天便将你嫁给本王的副将。你可要好生的给本王伺候，给他生儿育女。水侧妃被独孤城这话给吓到了，现在就要嫁过去，连他给通报皇后娘娘的机会都不给他。王爷，我不想嫁给副将，妾身只想伺候王爷。本王不需要你伺候。独孤城说完，看着叶希，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张罗下，给刘副将张罗喜事，赶紧给小姐梳妆打扮，一会儿送入刘府。王爷不要！史侧妃哭喊着被嬷嬷给拖下去，只留下哭喊声，让人听着都心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王爷这般，皇后若是知道了，定然雷霆大怒。到底也是皇后的亲侄女儿，你居然把她送给你的副将，这不是打了皇后娘娘的脸吗？独孤城看着风林溪那眼神，想到他要让他宠幸水侧妃，他就生气。王爷又何必这般和我较劲儿？水侧妃的事儿，我可不想掺和进去。王爷若是觉得气愤，那也别冲着我来。还说这样的事交给希儿来做，本王看你就是想把本王塞给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想保住本王的清白。独孤城的抱怨让风林溪哭笑不得，保住他的清白，他一个男人跟他说这个。那侧妃是迟早的事儿，既然是皇后赐给你的，你就收下不好吗？把她交给刘副将，王爷就不怕刘副将到时候不能为你所用了？就算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这样把本王塞给他。你明知道本王不喜欢侧妃，只喜欢你，你却这样对本王，本王的心都在滴血啊！风林溪别开眼，虽然他知道独孤城对他现在是很好，可是那又怎样？解决了皇后送来的水侧妃，谁知道明天皇后又会给他送来什么样的女人？怎么不说话了？难道本王说的不对吗？希儿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本王的感受，只是一心想要把本王推给别的女人，从来都不试图相信本王。母妃都说了，本王纳妾须得她同意。那倘若有一天母妃让你纳侧妃，你会答应吗？风林溪问完后，独孤城就沉默了。风林溪看着他这般，淡淡道：母妃让你纳侧妃，你会答应？那你这样和答应皇后送来的侧妃有何区别？希儿，你是不是不想本王有别的女人？我只是不想我的男人有其他的女人，我一心一意对他，他也必须对我一心一意，不管是感情还是身心，都是如此。若是做不到，我宁可从来都没有过。
希儿，你若是愿意付出真心，本王答应你，此生除你，再无其他女人。若是母妃让你娶侧妃呢？你会为了我和母妃说不？独孤城正想说，风莲溪就提醒他：你想清楚再回答我，我可不想听你的敷衍的话。希儿是觉得本王是那种会朝三暮四的男人，和本王在一起也有一段时间了，本王对你如何，难道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吗？自古男人三妻四妾，左拥右抱惯了，你又怎知你不会？独孤城被他这么一说，陷入了沉默。他能做到此生只有他一个女人吗？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更何况他还是王爷。独孤城自问自省，风铃溪见他沉默了，冷声说：王爷无需为难自己，天下间又有几个男人能够一心一意地对待一个女人？本王愿意真心待你。希儿，你呢？你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愿意为了我一人放弃这天下的诸多美人？再美，她们能美得过希儿吗？希儿，本王的真心就摆在这里，你若是愿意，本王便允诺你；你若不负本王，本王定然不负你，如何？那倘若有一天，你若是违背誓言，你就必须放我离开，还我自由。到底他还是想走，独孤城的心很疼，可是若是能换他尝试着真心接纳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好，本王答应你。不过有件事还是要和希儿说清楚，正如这次水侧妃的事，本王虽然说不乐意，但是这女人都送进来了，本王能做到的便是不碰她，为你守身。若是下次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本王阻止不了，也定会为你守身如玉。如此，希儿可还满意？不得不说，风铃溪被他这话给惊倒了，他竟然为了他做到这样。希儿，你不会后悔了吧？本王也会注意，昨夜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注意，不会再这样不顾你的身体。水侧妃的事，你还是和皇后打声招呼的好，要不然这人嫁过去了，皇后定然会大发雷霆，到时候免不了又是一番算计。希儿，你还没有和本王说，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想这样避开这个话题，独孤城可不乐意。他都牺牲到这个地步了，希儿不会还是不肯答应他吧？王爷，皇后娘娘派人来传话，让王妃入宫。风铃溪听到皇后要见他，美眸暗沉，看来他是躺着中枪了。本王陪你入宫。王爷入宫，然后在皇后面前替我说话，然后让皇后觉得是我容不下水侧妃。那希儿的意思是要自己去跟皇后说。你觉得皇后能相信你说的话吗？昨夜本王处置了张嬷嬷，若是皇后将这件事推到你的头上，希儿不会想一人承担吧？王爷，你想多了，别把我想得这么好。皇后召我入宫，定然是为了水侧妃的事儿。她若是知道水侧妃被你送给副将为妻，我今天怕是连出宫的机会都没有了。本王不会让她伤害你的，她若是敢伤你，本王便杀到她宫里去。独孤城脸色一沉，对叶曦吩咐：回话皇后，就说希儿昨夜被本王折腾得伤了身子，无法入宫，本王稍后替希儿入宫。独孤城，你这么不要脸的话，他怎么说得出口啊？希儿，除了这个理由，你觉得本王还能拿什么理由来回皇后？那你这样，皇后岂不是更加怪罪？放心吧，有希儿这般关心本王的安危，本王不会有事的。风铃溪推开他，没羞没臊的话都敢说，这要不是皇上和母妃给他撑腰，他都不知要死多少次了。希儿，本王这就进宫，你好生歇着，一会儿本王给你安排。独孤城勾唇一笑，看着他羞红的模样，没注意门槛儿，一头撞到门上。
风铃溪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独孤城尴尬的笑笑，连忙说：“没事，本王先走了。”王爷，您慢点儿。真是没出息，这若是传出去，战神走路撞到门上，又要惊掉多少人的眼睛。王妃，你可真是厉害，瞧把王爷给迷的。你倒是调侃起我来了。王妃恕罪，奴婢就是替王妃高兴，难得看见王妃这般高兴。风铃溪想到独孤城说的话，他的心里甜丝丝的。他想，这大概就是被人宠爱的感觉吧。四王妃怎么不来见本宫啊？回皇后，这都是本王的错，昨夜喝多了，折腾了一宿，让他伤了身子，下不了床。本来想着休息一天也就没事，未曾想到皇后召唤，无奈之下，本王只好前来跟皇后禀明情况，免得皇后怪罪下来。四王爷，本宫若是记得不错，昨夜乃是你与本宫侄女儿，你的侧妃的洞房花烛夜，你这是看不上本宫的侄女儿，让她难堪，还让她独守空闺。皇后娘娘，早晨本王已经说明白了，本王最讨厌的就是被人逼着做事。张嬷嬷坏了本王的兴致，皇后要是要责备，那就怪张嬷嬷好了。四王爷，张嬷嬷都已经被你给斩了，难不成你还因此迁怒本宫的新侄女不成？皇后不就是想本王善待水侧妃吗？皇后放心，这洞房花烛夜今晚就补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王爷，水银柔乃是本宫的亲侄女儿，本宫把她送入你府上给你做侧妃，可不是让你欺负她，而是让你宠她的。本王明白，本王自然会宠着她，都会给她最好的。你退下吧，本宫明日要你带着银柔给本宫请安。独孤城应声，本王就先行告退了。独孤城走后，皇后看着昭然郡主，明天你到四王府去一趟，看看这风铃溪到底反应如何。本宫的侄女儿可不能做个侧妃，这风铃溪不过是将军府的嫡女，之前还痴傻这么久，四王妃的位置不能给她占了。母后放心，臣妾一会儿就去试探口风。今天不用，她得了四王爷的恩宠，这会儿去也就是听她炫耀。待今晚四王爷和银柔洞房花烛后，明日才能试探得出来。皇后眸中浮过一抹冷意，她的侄女儿岂能给她做侧妃？皇后没有为难你吧？本王答应今天晚上给水侧妃补个洞房花烛夜。皇后听了之后便没有问你的事。风铃溪愣了下，想到独孤城把水侧妃送到自己副将那儿，连忙问：等皇后知道真相，肯定会大发雷霆。本王答应今夜给水侧妃洞房花烛夜，又没有说一定是本王给的。再说了，本王已经安排好了，明天看好戏。你安排什么？明天就知道了。你别玩得太厉害，皇后可不是好惹的。吃完晚膳便早点休息。本王可是在皇后面前说你昨夜太累，你可不能给本王乱走。风铃溪脸蛋一红，瞪了他一眼。独孤城，你是不是忘了你跟我说的话，皮痒了？爱妃息怒，本王就是跟你开玩笑的。一点都不好笑。知道他的性子，独孤城也不敢和他再说下去，和他转移话题。希儿，明天太子妃应该会来府上找你，到时候你该说的还是要说的。我们夫妻俩可要把戏做足了，可别拆了本王的台。既然答应和你在一起，该做的我都会做足了，王爷放心。本王信你。次日清晨，水侧妃的院子传来一声尖锐的叫声，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四王府。王爷，妾身冤枉，妾身真的没有。
没有什么。水侧妃，本王昨日答应皇后补偿你洞房花烛夜，把你留在身边。你嘴上说不嫁给本王的副将，却在本王的府上和你带来的侍卫搞在一起。你就算要报复本王，也无需这么狠吧？你是不是想整个兴元朝都看本王的笑话？王爷不是这样的，妾身真的是冤枉的，妾身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醒来就这样了。水侧妃，昨晚分明是你让我进屋的，丁香可以作证，是他跟我说你找我有事儿，我一进来你就熄了灯，说你喜欢我，还脱光了衣裳抱着我。你给我闭嘴！我怎么可能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到底是谁指使你这样陷害我？这种事儿，我一个侍卫怎敢轻薄王爷的侧妃？是王妃说要报复王爷，知道我爱慕你已久，你才找我，我豁出性命和你在一起，却不想你竟然这般推辞。难道你昨夜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侍卫眼眶红肿，看着一旁的剪刀，起身冲过去，抓起剪刀架在脖子上，眼神坚定地看着水侧妃。既然你想做你的侧妃，为何还要让我和你在一起？我没有，你把剪刀放下，你发生何事了？昭然郡主带着婢女前来，听闻风林溪来了水侧妃的院子，他以为风林溪是来闹事的，便想着来凑凑热闹，却没想到竟然看见这样的一番局面。水侧妃和一个男人衣衫不整地跪在地上，这发生了什么事啊？太子妃来得不巧，本王的侧妃昨夜和侍卫通奸，被院子里的发现了，让太子妃看本王的笑话了。独孤城的脸色很是难看，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真的生气了，只有风林溪才知道这家伙在演戏。若不是知道真相，他真的相信他是在生气。水侧妃，这是怎么回事？水银柔想要解释，他身边的侍卫看着他，架在脖子上的剪刀已经划出血，看着顺着他脖子上流出来的血，水银柔哭得更伤心。太子妃，都是我的错，不关他的事。侍卫听到水银柔的话，眼神微差，感动的眼眶泛红。王爷，是我对不住你，昨天夜里你把我接回来，说要我和你洞房花烛，是我做不到，这门亲事本就不是我愿意的，我喜欢的男人一直都是他，虽然他只是个侍卫，可是我和他早就两情相悦，所以的事的确是我的主动，你若是要责罚，就责罚好了，只求你饶了他。小姐，水银柔含泪看着他，对不住了。水银柔突然嘴角溢出鲜血，风林溪冲过去扶住她，水银柔身子就软了下去。她有十字劲了。银柔，等我。那侍卫说完，拿着剪子刺穿自己的脖子，鲜血四溅，倒在水银柔的身边，手紧紧地抓着水银柔的手。原本抓奸的场面，此刻血流成河。让水家来领人，别让本王再看见这对奸夫淫妇。独孤城俊脸冷的吓人，拂袖转身离去。太子妃，让您看笑话了。弟妹，本宫先回宫和母后说一声，出了这样的事，你好生的安慰成四王爷，本宫就先走了。昭然郡主带着人离去。昭然，你确定没有听错？银柔当真是这样说的？臣妾也没想到会是这样，本以为是风灵溪所为，却没想到水侧妃为了维护那个侍卫，还求四王爷饶恕侍卫。要说自尽，
真是给本宫丢人！这阴柔打小就乖巧听话，怎会做出这般糊涂的事来？母后，臣妾也觉得这件事挺奇怪的。昨日四王爷说了要补给水侧妃洞房花烛夜，就算真的要抓到，那也是昨夜里头发现才是啊。这四王爷昨晚怕不是不曾踏入水侧妃的房中，这才让水侧妃生气和侍卫在一起了。这个独孤城倒是处处与本宫作对，竟敢这般敷衍本宫的人。这件事儿即便是阴柔的错，本宫也要扣在独孤城的身上，定要他给水家一个说法，要不然他还真的当本宫好欺负。母后说的极是，这四王爷的做法的确是有些过分，哪个王爷没有三妻四妾左右侧妃的？即便他再宠爱四王妃，那也不能这般才是。本宫倒是要看看这次他风铃溪要如何给本宫解释这件事儿。母后，今日臣妾去四王府，瞧着四王妃气色红润，不像是个生病的样。哼，昭然，你给本宫盯紧了这个风铃溪，本宫倒是要瞧瞧独孤城能有多少次本事将本宫送给他的人都给处置了。臣妾遵命。水银柔的事儿是你所为，还是真的是水银柔和那个侍卫有情？本王从宫里出来就碰到了那个侍卫，他求本王让本王别把水银柔嫁给那个副将。本王本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便和他说本王昨夜会宠幸水银柔。那个侍卫的表情就变了，本王就猜想到了，便派叶夕盯着他们。没想到水银柔和那个侍卫真的有情。本王今日也没有打算处决他们，只是没想到水银柔咬舌自尽了。你想成全他们？风铃溪有些吃惊，见他点头，心情有些复杂。这水侧妃嫁给独孤城，怕也是被逼的，也是个可怜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陈哥哥，太子妃频繁来四王府，不知道太子可知道？提到这事儿，昭然郡主的眼眶红了。太子如今哪里还有我这个太子妃啊？我都已经好些天不见太子了。既是如此，太子妃就更加该把心思花费在太子的身上，免得太子妃的位置不保。可是我并不在乎这个太子妃的位置，我在乎的是……太子妃不在乎，那就眼睁睁地看着太子妃的位置从你的头上移开好了。陈哥哥，你真的就一点都不喜欢我吗？太子妃自重，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叶夕，送太子妃出府。独孤城丢下一句话，头也不回地离开。昭然郡主看着独孤城离开的方向，眼泪掉得更凶了。太子妃，请回吧。叶夕，你家王爷真的一点儿都不曾喜欢过我吗？太子妃，你如今都已经是太子妃了，这喜不喜欢已经不重要了。你这样只会害了王爷，也会害了你自己的。太子妃还是看开些吧。这只要眼睛不瞎都看得出来，王爷哪里是不喜欢他，简直就是嫌弃他。是因为风铃溪吗？这和王妃没有关系，主要是如今太子妃的身份已经不同往日了。可当初我说要嫁给他，他又拒我于门外。知道你还要问，这不是找虐吗？明知王爷不喜欢他，一直在问，真不知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太子妃，属下还是送你回去吧。不用送，本宫自己走。告诉四王爷，以后本宫不会再缠着他。说完，昭然郡主带着婢女头也不回地离开四王府。王爷，太子妃让属下转告你，说以后再也不会缠着你了。独孤城脸色一僵，看着一旁的希儿，恨不得上前捂住叶夕的嘴。没看见希儿在他身边吗？
希儿，那个太子妃对王爷如此情深意重，看来是我搅黄你们的婚事。若是没有我，怕是她才是你的四王妃才是。希儿，不是这样的，本王和他……独孤城急得直冒汗，看着处在一旁的叶希，火冒三丈。愣着干嘛？赶紧和王妃解释清楚。王爷，你让属下解释什么呀？你……独孤城气得握拳，恨不得揍他一顿。哎呀，给本王退下！坏事的家伙！叶希看着王爷生气了，连忙退下。希儿，你听本王解释，本王真的和太子妃没有任何的情愫，本王对天发誓，真的没有。风林熙看着他焦急解释的模样，本来他都没怎么在意的，这听他这么一解释，倒是感觉他们真的有点什么。王爷，如今昭然郡主已然是太子妃，不管以前你们有什么，以后断然是不可能了。到底他是太子的人，王爷该警惕些才是。希儿，本王真的和他没什么，你怎就不相信呢？王爷多虑了，我只是提醒你，别因为太子妃的事情让自己陷入困境。那希儿这是在为本王着想。风林熙收回视线，他又不是蛇蝎心肠的人，他这段时间为他做的他都看得见，他也不希望他被太子盯上。王爷是战神，这不像是一个战神该有的态度。打仗本王不怕，就是怕你不懂本王的心。谁让你当初戏弄于我？是你让我不信你在先，怪不得我。是，都是本王的不对。那希儿现在知道了，不会再想着休了本王吧？风林熙看着他那小心翼翼的眼神，心中一暖，和他对视。王爷，我若真心待你，你可别骗我。如果我发现你骗我，我不会原谅你的。我独孤城对天发誓，我对希儿的心一心一意，若是有欺骗她的意思，就让我一辈子得不到她的原谅，让我失去一切，穷苦一生。没必要发这么毒的誓，你只要不骗我就好。本王不会。那我也会真心待你。独孤城听到他这话，激动地把他抱在怀中。他终于等到他松口，终于等到他愿意交出真心待他了。已经多久他都没有碰过他，却连个吻他都觉得奢侈。王爷，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撞开，叶希看着面前拥吻的两人，吓得转过身。风林熙也被吓到了，连忙推开独孤城，看了眼微微敞开的衣裳，连忙整理，脸红的厉害。独孤城竟脸一沉，咬牙切齿地瞪着叶希。你最好就给本王说出个所以然来，要不然本王把你丢到青楼，让你3天3夜都出不来。希儿好不容易让他亲，他居然坏了他的好事儿。此刻独孤城真的恨不得掐死叶希。叶希吓得够呛，连忙道：王爷，淑妃娘娘回来了。风林熙听到母妃来了，连忙和独孤城去见她。母妃，你怎么突然从宫里出来了，也没有和儿臣打声招呼？是不是宫里出了什么事？怎么，母妃什么时候回来，还要和你交代了不成？你这小子，真不知母妃这次为何回来？独孤城被母妃这一脸嫌弃的眼神弄得郁闷至极，看着风莲溪，见他眼神也茫然，这才稍微舒服一点。你说你呀，什么时候给母妃生个大胖孙子？母妃，生孩子这种事也不是儿臣能左右的。您当初和父皇在一起，不也好几年才生的儿臣吗？希儿还小，这么早要孩子对身体不好。再说了，这时候要孩子也不是明智之举。他连床榻都没爬上过2次，要想生儿子，
哪有这么容易啊？就你嘴巴能说，碍手碍脚的，先出去。独孤城站起身，朝着淑妃行了个礼，卖惨的看着希儿。风铃溪别开眼，有些受不了他那卖惨的样子。看来你们两个感情好了不少啊。母妃回来是有点事想要和你说的。妃请说。淑妃拿出一个盒子交给他，这个盒子是你娘曾经和母妃的交换信物。交换信物？母妃，你能和我说说我娘的事吗？不着急，母妃今天和你说的这件事儿，就是你和成儿的事儿。希儿打开看看。风铃溪打开盒子，看见里面的一对龙凤玉佩，眼神满是疑惑。母妃，这对玉佩是我娘留下来的吗？这对玉佩乃是母妃当年和你娘的交换信物。你娘嫁给你爹之时，母妃正好怀着成儿，在御花园的时候差点没了命，是你娘救了我。我与她一见如故，便拉着她到我屋里说话，得知她是将军府的夫人，我便萌生了结亲的想法。你的意思是，我和独孤城还是有婚约的？我与你娘都有这样的想法。这对玉佩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本想等她生了之后给她，只是她也晚了好几年才生下你。那时候成儿都已经4岁了，而我这边出了一些事儿，也就没有去将这亲事定下。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你高烧烧坏了脑子，等我知道的时候，你已经烧坏脑子了，让多少御医去给你看，都说没得救了。之后我找你娘说定亲的事儿，你娘拒了，说你都这样了，不想祸害成儿。几番拒绝，始终没成。想不到我和他还有这么一层缘分。可不是吗？虽然小时候兜兜转转都没有成功，可是啊，你和成儿啊，这是天赐的姻缘。母妃得知他娶了你，母妃是真的高兴。希儿，这是你和成儿的缘分，你们注定了是要做夫妻的。母妃，王爷知道这件事吗？知道，但是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你。淑妃眼神中的俏皮让风铃溪有些哭笑不得，这母妃还真的是坑儿子。那独孤城心里头岂不是一直都藏着这件事？突然风铃溪有些想知道，要是母妃让他娶这个定亲的姑娘，他会不会答应？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母妃，儿媳会照顾好王爷的。你照顾他做什么呀？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成儿说你经常在药房鼓捣药丸，母妃想跟你讨点药。风铃溪神色微变，看着母妃的眼神，她不会想要对皇后下毒。母妃，请随儿媳来。淑妃让嬷嬷在外头候着，跟着风铃溪进了她的药房，看着里面的摆设的罐头和药材库，淑妃眸底很是吃惊。母妃，不知道您要的是什么药？希儿，母妃听说你不让成儿上床榻的时候用了一种药叫养养粉，可还有？母妃。风铃溪脸色骤变，母妃怎会知道她和独孤城的事儿？难道是独孤城告诉她的？还是说母妃安插了眼线在监视她？母妃没有责备你的意思，那臭小子娶你的时候也没安好心。你要是当初那么容易让他得逞，他哪里能珍惜你啊？你也甭管母妃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就一句话，养养粉还有没有？母妃若是要，其实现在就去给你拿。泻药呢？风铃溪刚走2步，却因为淑妃这话差点崴到脚，看着母妃那兴奋的眼神，僵硬着点点头。
他怎么感觉这母妃有点像没长大的孩子？这真的是独孤城的亲娘吗？软筋散可有。风铃溪点头，淑妃激动地上前继续问：那希儿可有春药？母妃，你要这个做什么？自然是有重要的作用。母妃稍等，希儿给你拿去。要这么多药粉做什么？这春药不会到时候在他身上下吧？他做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可如今母妃要了，这让他很不安，最怕这药落在他自己身上。母妃，那个药粉不用下很多，我这都是特制的。淑妃应声，一双眼睛犹如进入藏宝阁一样兴奋，看得风铃溪慌得厉害。不会还想要什么别的药吧？希儿，你这药房里面的药材都是谁买的？刚开始是我买的，后来需要什么都是王爷给买的，一半都是他出的药材。看着母妃东看看西望望，不舍得出去。母妃，你是不是还想要什么？你尽管开口，只要有都成。倒是没有什么需要的了。希儿，等母妃从宫里搬出来，能不能常来你这里看你炼药？看你这里药挺多的，母妃也想学学。好，母妃想来，随时都可以进来。淑妃应声，这才恋恋不舍地跟他出去，让他去换衣裳，自己则去找独孤城。成儿，母妃问你，这泻药多久会发作？独孤城被母妃突然这么一问，一头雾水。没什么，你当母妃什么都没有说就好了。淑妃被儿子这眼神盯得浑身都不舒服，这夫妻俩还真是一个德行，这说什么表情都这般大惊小怪的。不过希儿这丫头倒是很令他满意，看来这玉佩拿出来的也是个时候。成儿，母妃有件事要跟你讲。母妃请说。母妃和你说过，你还未出生的时候，母妃便给你物资过一门亲事。如今你也长大娶妃了，母妃也该处理下你和那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的事儿了。母妃，这件事不许你再提起。儿臣已经娶了希儿为妃，此生不会再有任何的女人。母妃就死了这条心吧。你当真不要？独孤城眼神坚定，淑妃看了眼走过来的风铃溪，脸上的笑容渐深。真是儿大不由娘啊！你若是真的不喜欢，那就退了吧。母妃，你知话当真？独孤城很是激动，母妃真的愿意把他那个指腹为婚的未婚妻给退了？他不是在做梦吧？为了这件事儿，他们都争了好几年了。淑妃拿出一块龙形玉佩丢给他，既然不要母妃给你安排的王妃，那就退了。多谢母妃成全。母妃，王爷，你们怎么在这里啊？风铃溪走过来，看见独孤城手中的龙形玉佩，眼神疑惑。独孤城连忙收起玉佩，对风铃溪说：本王刚刚和母妃聊了些旧事。希儿，你这是要入宫了吗？等本王陪你去。独孤城连忙上前，却被淑妃给推开。你跟着去做什么？母妃，你别闹了。希儿是本王的王妃，这次母后传召的，肯定是要为难她。儿臣陪她一同前去，皇后也不敢太为难她。你都不要希儿了，那你还陪着她入宫做什么？母妃，你这话可不能乱说。儿臣什么时候说了不要希儿？就刚刚你不是说你不要母妃给你指腹为婚的那个王妃吗？独孤城惊愕地看着风铃溪，一脸震惊。母妃，你不会告诉儿臣，她就是和儿臣指腹为婚的未婚妻吧？希儿，母妃给你的玉佩呢？
风铃溪拿出玉佩，独孤城抢过，拿出自己怀中的那块放在一起，果然是一对儿。母妃，希儿怎会和儿臣是这么一层关系？你们把玉佩收好，收拾一下入宫吧，可别让皇后娘娘久等了。淑妃出了府，风铃溪和独孤城跟上，乘着马车入宫。到了皇宫内，风铃溪便和他们分手了。独孤城和淑妃去御书房见皇上，风铃溪则是一人到了凤仪殿。这次皇后传召他，本就是来者不善，若是带着独孤城一同觐见，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两人从皇宫走出来，独孤城牵住他的手，心情极好。本以为今天进宫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没想到都迎刃而解了。看着独孤城嘴角的笑意，风铃溪试图想要抽回手，却被独孤城抓得更紧。独孤城，你这是怎么了？这么多人看着，松手！怕什么？你可是本王的王妃，本王牵着你，谁敢有意见？这是宫里头。希儿，你这是脸红的吗？没有，你先放开。不放，就不放，一辈子都不放。你是不是受到什么刺激了？到了马车那儿，独孤城将他拦腰抱起，上了马车。风铃溪被他的举动给吓到了。独孤城，你坦白跟我说，到底发什么神经？这不正常的，脑子出问题了吗？希儿，独孤城，你放开我！不放。风铃溪听到他这幼稚的话，重重叹了口气。他八成是脑袋被驴给踢了。希儿，风铃溪额头上的青筋隐隐浮现，他忍。希儿，风铃溪闭上眼，他再忍。希儿，风铃溪猛地推开他，气愤地看着笑容满面的看着他的独孤城。独孤城，你有完没完？这喊了一遍又一遍，他又不是耳聋了。独孤城，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你能不能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本王就想这样看着你，一辈子。靠着马车闭上眼，风铃溪索性不理他。独孤城盯着风铃溪看，越看他脸上的笑容就越深。原来他和希儿还未出生，就已经有了这段姻缘。即便是一直没有落实这娃娃亲，可老天爷还是让希儿走到他身边。如果没有那一晚，或许他跟希儿就这么错过了。现在想想，独孤城觉得幸好那天晚上他受伤了，希儿被下药了，他运气好倒在他面前，才有那一晚的相遇，真好。风铃溪感觉到一双炽热的眼睛盯着他，想睁开眼，却又怕他待会儿扑过来，气得只能憋着等回去再说。独孤城凑到他面前，细细打量着他的五官，越看就越喜欢，看着他微动的红唇，喉结滚动，咽了咽口水。他要是这么亲下去，希儿会不会抬起就是一脚废了他？毕竟希儿和别的女人不一样，现在他没有喝醉，希儿也没有喝醉，这都清醒的情况下，他要是真的把他亲了，希儿本来就生气，要是他再趁其不注意亲上一口，独孤城肯定他很快就会从马车上飞出去。这毕竟是集市上，掉出去有伤大雅。独孤城艰难地把视线从他唇上移开，顺势往下移开，独孤城俊脸刷的红透了，希儿的衣领微微敞开，这个角度他竟然看见希儿胸前的肌肤。只一眼，独孤城的气息急促起来，身体内的血液跟沸腾了似的，热得厉害。这样的感觉让他很慌，连忙移开眼神。可是下一秒，眼睛又不受控制地望了过去。风铃溪被独孤城喷洒出的滚烫的气息给弄得很不舒服，睁开眼，映入眼前的便是独孤城那张放大的俊脸。只是他的脸此时泛着一丝不正常的红润。最让他生气的是，独孤城此刻
竟然盯着他的胸。独孤城，希儿，你的衣领敞开了，我刚想提醒你的。独孤城被他瞪了一眼，没出息的2股鼻血从他鼻尖流了出来。独孤城，你看见了什么？都有了2次的夫妻之实，他居然还流鼻血，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没看清。突然，马车一个颠簸，独孤城的身体就这么朝着风铃溪压了下去，唇刚好就碰到他的唇，唇上的湿热让独孤城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就这么一下，风铃溪脑子里嗡嗡作响。独孤城，别这样，我们在马车上。希儿，我想……马车突然停下，动作用力过猛，独孤城的唇又压在风铃溪的唇上，再次亲到了。王爷，王府到了。叶希的声音传来，掀开布帘，瞬间傻眼了。出去！他不会坏了王爷的好事吧？叶希，怎么了？别过去，王爷和王妃有事儿。马车内，风铃溪听到叶希的话，猛地推开独孤城，这一折腾，独孤城也清醒了不少，整理好风铃溪领口的衣服，看着他诱人的红唇，收拾好自己的情绪。回府。风铃溪下了马车，叶希看着他们下来，连忙低下头，不敢看王爷的眼睛。他敢保证，王爷肯定恨不得掐死他。下次马车稳点。完了，王爷这下非得弄死他不成。王爷，我先去药房。风铃溪丢下一句话，便带着小离进了府。王爷，属下真不知道您和王妃在马车上，每次都是你坏本王的好事，真是白瞎了你跟本王这么多年。独孤城看着低头认错的叶希，气不打一处来，这都不知道第几次了。叶希知错，保证不会有下次了。这也怪不得他呀，谁能想到王爷和王妃在马车上就这般，他要是知道，肯定不敢打扰他们。走，出城一趟。王爷，您不回去继续？都这样了还继续，真是没脑子。王妃，太子殿下来了。王爷可在？王爷出去了，太子殿下指明了要见王妃，让奴婢代为通报。风铃溪收拾一下，便跟着小离出去。希儿，臣妾见过太子殿下。独孤雁看着他这举动，神情落寞。到底他对自己越来越疏远了。自打病愈后，希儿对他是真的冷漠，冷漠到让他陌生。明明病愈，却装糊涂。希儿，你当真忘了和本宫以前的事吗？为何如今的你对本宫的态度这般的冷漠？你让本宫觉得很陌生。病愈之前的事，臣妾已经忘了。太子殿下如今也已经有了太子妃和2位侧妃，不该再惦念过去。臣妾如今也已经是4王妃，以前的种种，太子殿下还是忘了为好。你让本宫忘了？不然，太子殿下想怎样？独孤雁看着他眸中的冷意，心犹如被刀子捅了一刀，疼得厉害。若是太子殿下没事，就请回吧。希儿，如果本宫把太子妃的位置给你，你愿意跟着本宫吗？独孤城回来，得知太子来找希儿，便赶来。谁知道远远的就看见独孤雁抓着希儿的手，那一双色眯眯的眼睛让独孤城火气窜起。本想冲过去，可是走2步，独孤城又忍住了，因为他看见希儿抽回手了。太子殿下自重，太子妃若是知道太子这般想，怕是太子殿下要得罪玉亲王了。本宫不怕。希儿，本宫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本宫的，你这是在担心本宫难为，但是你放心，只要你愿意跟本宫，就算和母后翻脸得罪玉亲王，本宫也在所不惜。这独孤雁
是不是听不懂他说的话？哪来的自信，以为他这是关心他？如果不是碍于他的身份，他真想把他臭骂一顿。太子殿下，臣妾还是这话，以前的事儿，臣妾都不记得了。如今臣妾是四王妃，和太子殿下不可能再有任何瓜葛，还望太子殿下别再说这些话，引得伤了和气。希儿，你真的不想做太子妃吗？她若是想要做太子妃，她能嫁给本王。王爷怎么回来了？希儿这是不想本王回家，是本王打扰你的好事儿了。独孤雁听到独孤城指责希儿的不是，开口说：四弟，是本宫找希儿，你别骂他，有什么事冲本宫来。不说这话还好，一说，独孤城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怒火蹿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四弟，是本宫找希儿，你别骂他，有什么事冲本宫来。太子殿下，本王疼他还来不及，又怎会骂他？太子殿下有时间在这里关心本王的女人，不如回去关心下太子妃和2位侧妃。这听说封侧妃有喜，太子妃被禁足，如今太子圣宠沈侧妃，却冷落太子妃，就不怕与亲王不满吗？独孤城特意咬着圣宠2字，生怕希儿没听明白。虽然知道希儿不喜欢独孤雁，可是如今看见独孤雁缠着希儿，他就一肚子的火窜起，不想给他半点和希儿相处的机会。希儿，不是这样的，本宫其实……太子殿下，你若是真心喜欢我，又怎会娶了太子妃，又娶我大姐为侧妃？这侧妃一个个入住东宫，太子殿下所谓的喜欢，就是这样的？希儿，娶昭然是母后的意思。至于你大姐，本宫真的没有打算要娶她的，这只是一场意外。太子殿下，我风离溪想要的只是一人一生一世人。风离溪话毕，抓着独孤城的手。王爷能做到，而你做不到。独孤雁被他这话给震惊到了，看着独孤城的眼神，原来他输给的只是后宫多出来的几个女人。希儿不是不喜欢他，而是无法接受他娶了那几个女人。希儿，自古男人3妻4妾都是常事儿，更何况本宫是太子。四弟现在虽然只有你一个王妃，但是谁敢保证他日后不会再娶侧妃妾室？本王敢保证，此生只娶她一人。本王说的话，太子殿下无需相信，本王只要希儿相信便足够了。希儿，你相信他说的话？自然相信。希儿，那本宫和你以前发生的种种事呢？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吗？太子殿下，过去的事，太子殿下就忘了吧。臣妾不再是以前的风铃溪，太子殿下也不是以前的太子殿下了。那本宫帮你清空后宫，你也不愿意跟着本宫？即便清空后宫，臣妾也不会和太子殿下走。太子殿下，请回吧。风铃溪语气冷漠，无视独孤雁那眸中的痛楚。他迟早都要和他说清楚的，要不然每隔一段时间找他一次，别说独孤城受不了，就算是他也会受不了。希儿，本宫不会放弃你的。丢下这话，独孤雁离开四王府。希儿有什么想和本王说的？太子殿下找我，你看见了？去就擒他。希儿，你这女人没看出她生气了吗？就像你看见那般深情款款地盯着我，想要让我去当她的太子妃。凤离溪说完，发现独孤城的脸色更难看了。希儿，如果他真的让你做太子妃，你会不会跟着他走？王爷，你吃醋了？妒忌使人丑陋，王爷不妨收起你的心思，听我把话说完。希儿，你说本王长得丑？独孤城气得想吐血，
看着风铃熙眼神中的鄙视，郁闷到至极。王爷别对号入座，这般冲动不像你。希儿，风铃熙站起身，眼神渐冷。王爷若是无法平静心情，那等王爷发泄完怒火再来找我。希儿，别走，本王听你说。小林，去给王爷端一盆冷水，洗把脸，降降火。独孤城被他这么一说，一脸挫败。遇见希儿，他似乎真的一点都霸气不起来，连吃醋都不给。希儿，你说。独孤城拉着风铃熙的手，让他坐下。太子虽然是本王的兄长，但是他这般拉着希儿的手，本王吃醋也是正常。若是换做别的女人拉着本王的手，希儿会不吃醋吗？这有什么好吃醋的？这独孤雁来这里，他说那些话，你当真以为他是真的喜欢我？可是他拉着你的手，希儿你都不反抗。王爷，有时候看见的未必是真实的。王爷若是继续吃醋，那我就回去了。本王不说他了。我对他没有那个心思，王爷大可不必多虑。本王知道了。希儿解释了，这说明他心里还是在意他的。独孤城本来有些不舒服，如今却也因希儿这话心里舒坦了许多。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希儿，想不想骑马？本王教你。哎呀，王爷，您想和王妃单独相处就直说呗，干嘛拐弯抹角的？叶希话还未说完，就被独孤城捅了一下，疼得他捂着腹部，可怜兮兮地看着独孤城。王爷，您打我干嘛？小离，把他拖走。小离愣了下，连忙拽着叶希的手臂走到一旁，不满地瞪着他。看破不说破，这都不懂。我不就是说了句实话吗？我哪里说错了？你再不闭嘴，待会儿就不是这个位置了。小李姐，您说怎样就怎样。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用过膳后，风铃熙和独孤城便回房歇下了。独孤城，我们生个孩子吧。独孤城没回过神来，便看见风铃熙凑上前，吻上他的薄唇，伸手搂住他的脖子。突然的主动让独孤城欣喜若狂，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加深了这个吻。他期待了很久，也想过希儿会不会真的和他生孩子，可如今这般主动，真让他不敢相信。窗外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绵绵细雨，寒冷的风吹得窗户沙沙作响，却没有阻挡住室内的一世旖旎。